快上来了，公姐，你没事吧？快喊大夫过来！官家古装，现在是什么年代？如今是公元1127年，大宋王朝的军队腐败无能，战力日益低下。北方的女真人建立金国后，以摧枯拉朽之势，大破宋军，攻破北宋都城汴京。黄河以北的大量土地和城池被金人侵占，中原腹地惨遭劫掠和屠杀。宋徽宗、宋钦宗二帝被俘虏，3000黄金贵胄及数万百姓被金军驱赶北上，成为奴隶。这是中华历史上惨痛的异族入侵，后世称之为靖康之耻。在历史的洪流中，大宋王朝本该由皇室康王赵构继承天子之位后，退缩江南，苟安一隅，将覆灭屈辱的过程拉长100年。但是一个意外，却让一切都变成了意料之外。大夫说，官家坠入井中的伤势已然无碍，现在停留明道宫多日了。太后也遣人向扬州询问了数字，病毒佐证等事宜都需要早行定夺，否则难于和金人议和。万一再生枝节，引起纷争，行在这边实在难以应付。官家还是要尽早启程啊！我居然真的穿越了，还穿成了皇帝，但我真的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毕竟，我是穿到了那个与秦桧合谋害死了英雄岳飞的千古罪人赵构身上。好歹我也是21世纪的当代大学生，待业好青年，我可不要变成赵老九这种臭名昭著的烂人呢。为融合到赵老九的记忆，这些家伙我是一个都不认识啊。不过有一点我听明白了，他们都是跟着赵老九想要南下逃跑的投降派。到底该当如何，还请官家示下。朕乏了，出去透透气。这些事，日后再议。康大官，官家倒是不再哭闹胡搅，但似乎全然不认得咱们了。别大惊小怪，官家只是伤了头，有些许错乱罢了。你看官家气色依旧，口齿言语也清晰，过些时日定能恢复如初。杨仪中会随时报告官家的状况，尔等无需操心，务必要严守消息，不可让下面产生乱七八糟的传言。那里就是御营了，去看看古代的军队到底是什么样子。一群瘪犊子玩意儿！老子把你们从延州那旮瘩带出来，从辽阳府一路杀到这里，你们喂个马都出差池！都快隔着1000年了，这母亲的口音，是东北老铁啊！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够。官家，各位不必拘束，朕就是来随便看看，了解下军中情况。都起来说话。官家，听闻官家喜好御舍，此乃队中收藏的辽北良弓，小人斗胆，恳请官家一试，点评鉴赏。也好，朕就在营中更衣，试试此弓。赵老九这身板真不错，比我原来结实多了。可惜空有一副好皮囊，内里却是个贪生怕死的草包。现在换成我，怎么也得做点什么，才能对得起这份机缘。官家好剑法，是话，真是名不虚传。说得好。肉姐姐条件反射，居然让我本能地掌握了射弓技能。虽然不懂，但也能够体会到这弓确实上阵，
持杆趁手，身上的青皮甲也是做工精良，重量适度，防御力完全不弱。这将领的甲胄更是威猛沉重，一看就不是凡品。这士卒气色红润，队伍中也不乏身高体壮之人，着甲率更是能够达到7、8成。这军马膘肥体壮，相当健康，说明饲料充足，待养良好。官家为何叹气？难道是这弓有不妥？不，我只是突然想到，咱们大宋将领卓群，士卒精壮，为何就落到了今日的地步？真倒不是责备各位，真要追究，也该声讨这做皇位的。金兀术的大军想必很快就会追来，有机会的话，我倒是想亲眼见见，这金军是否真的有3头6臂，不可战胜。金军当真要来了？可不是已经议和了吗？也对，他们不知道历史的发展。金人贪婪无度，欺软怕硬，怎么可能放过大好的劫掠机会？官家，不是微臣说话丧气，但微臣确实和金人交战过。想当初我们还是常胜军，1万多的骑兵，甚是雄壮。本以为能与金人抗衡一样，但真打起来，几乎是一触即溃，屡屡战无一败。在我等败军眼中，竟然犹如恶鬼一般，悍不畏死，嗜血残暴，所过之地，无不尸横遍野，寸草难留。不要！士兵又来了！不要杀我！老子不想死！不好，保护官家！杨将军，糟了，拉不住了！官家，臣约束手下不力，险些酿成大祸，请官家责罚。刘钦，此事不怪你，朕知道你的忠心。这马夫也是在抗金战役中失了神智，以后就送往善堂，好生疗养吧。刘钦，你也不必有负担。从今日起，朕暂时住在御营，你调拨50骑，一同来随师御前。多谢官家恩典，官家真是仁义明君。混账废物！让你看好官家，怎么还敢看到御营里去了？和那些丘拔厮混在一起，成何体统？下面已经开始有流言，说官家这是不想南下，改了心思。那次都杀了好几个嚼舌根的下人，可在此地逗留越久，越架不住他们乱猜。如今居然有人上了奏章，公然重提北反抗金之事，竟这鹰派也胡言！抗金？拿什么抗金？2圣都北狩了，怎么可能打得过金人？必须劝说官家尽快动身，绝不可在此刻让那些奏章和主战派出现在官家面前。隔绝内外，这可是谋逆之罪！蠢货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如果官家真的改了心思，我们的地位绝对保不住。叶刚宗泽一党必然会对我们赶尽杀绝，荣华富贵只在江南。不管用什么手段，都得熬过这一关。哼，区区一个阉官，还真把自己当内相了。唉，要变天了。这毛笔用着可真费劲。据说这赵家父子治国不怎么样，说话却都是一流，可得小心别穿帮。目前的情况是，以康律为首的5人控制了整个投降派小朝廷。我的反常状态应该引起了他们的猜疑，所以刻意把我和群臣隔离开来。我若是要主动出击，不单得笼络好诗兴队，还要尽快接触文武百官，看看有哪些可用之人。岳飞和韩世忠现在应该还没混出头吧？主战派还有谁来着？可恶！如此下去，别说抗金了，我怕不是得做一个被架空的糊涂天子了。
朕的心腹都在哪儿啊？官家，臣在。杨青啊，朕只是在自言自语罢了。我都忘了这厮负责贴身护卫。行了，没什么事儿，你且退下吧。这2日夜间，官家睡得有些晚，且多有叹息，可是有忧心烦扰之事？杨青有心了，不过你觉得朕会为何事烦扰？臣斗胆，官家烦扰之事，或许是行在之中多有掣肘，无法如臂施之。这虎是在试探我吗？难道他看出了什么破绽？官家宽待刘晏，亲近赤心队，想必是想掌握一部分御营兵力，而他们又是辽东人，和行在各方的牵扯甚少，调拨起来不会受到阻碍。可恶，全被他说中了！要我拔刀杀了他？我现在都是皇帝了，杀个人应该不成问题吧？不过这货连战马都能扛住，我连鸡都没杀过，偏被他反杀了。那杨青何？官家，若官家有心北反抗金，自可行天子权柄，无需防备朝中群僚。官家不必疑虑，陛下乃当今唯一正统，行在中无人可动摇大位。大宋制度，万事决于君前，无人能做权臣。学士可通记忆文字，翰林可入禁中随侍，御史可退宰职，御营诸将皆由陛下定去留。陛下一句话，就可将臣卸甲。好家伙，他是在教我怎么掌控大宋的官僚体系啊！随便什么翰林学士就能够压制康吕，而御史可以牵制宰职，王渊、杨一中这类武人，皇帝可以随意申辩。这不就代表这小子不仅直接跳反，还让我完全拿出了敌人的命门？如此说来，杨青也支持抗金吗？你们可从来都是坚持劝朕南下扬州避战的，如今又突然说起这朝中官制。陛下坠锦受伤，思虑有碍，臣才妄加提醒，绝无他意。臣出身河东杨氏，家中6代为将。靖康事变，臣家中满门皆为国捐躯，独留臣一人，未能死节。乃是希冀有朝一日亲报国仇家恨，抗击复国之志，从不敢忘。但臣在晋中毫无根基，只能人云亦云，不得妄言。康大官向来备受陛下重用，臣也只好。好了，居然是传说中的杨家将后人，好感度瞬间拉满啊！杨青满门忠烈，可敬可叹。晋州御前，日后还需杨青费心操劳。日前还多亏你舍身相护，伤得不重吧？臣皮糙肉厚，还有甲胄在身，不碍事。话说回来，现在若要再议抗金，阻力必然极大。杨青可知，朝中还有何人志同道合？臣道现在时日较短，不敢借援妄论朝政。只是如今官家若想破局，只需在百官中找出1人即可。什么？召回？你们没听错，朕要召回李纲、李相公，重定留在中原的抗金大计。使不得呀！2个月前才罢免了李纲的相位，现在再召他回来，成何体统啊！更何况，好此竟敢对官家言语不敬！自靖康之后，这大宋朝还真有什么体统吗？但凡有半分，何至于落到今日这个地步？是，官家神武，定能扭转乾坤，痛击金狗。臣的意思是，即使不召回李纲，官家也必能收复河山。不错，李纲他还是陛下控制朝堂，简直是无父无君呐！这蠢货总算有点用了。罢了，那就先不召回李纲了吧。只是康大官之前也说到了人心所向，如今行在匆匆南下，恐怕会失了中原的市民之心啊。有了，不如就先召开朝议，让朕也好好看看这满朝文武的人心。这驯鸽的拆屋理论果然好用。我先说召回李纲，
你们大力反对；再说要召开朝议，你们就不好反对了。让你们也见识见识来自21世纪的民间智慧。官家要召开朝议，自然无妨。只是而今行在之中，东西两府和6部的属员都不齐备，不如就先从近日上奏书的廷臣中召见2位来咨询一二。这些奏书都是被他们筛选过的，肯定也都是投降派。等等，这是……朕看这2封奏书立论严谨，思虑忠纯，貌似可以一见。官家圣明，资政殿学士吕好问本来准备往知宣州，只是道路不尽，这才没来得及走。殿中侍御史张俊素来耿直，这2人都是公认的道德人物。既然康大官也推荐了，那就见一见这2人吧。去请。启禀官家，如今情形，强行起兵实难与金人抗衡。一是朝廷财用不足，江南巴蜀的财物因战乱难以续接，所以需要先派重臣前往疏通。二是前朝我军屡战屡败，兵将都畏敌如虎，此时强行开战，只怕会雪上加霜。有意思，分析得很准确。虽然没有主战，但也不是单纯的跑路求和，是个制约宰制的好人选。朕明白了，吕学士果然好见识。如此，即日起就留在朕身边，以备咨询吧。啊！学士和御史，难道？接下来，张御史，说说你的高见。臣今日面圣，并非申论主张，而是臣要弹劾宰相黄潜善、蜀将汪伯彦、乃侍省甲班康履，他们蓄意隔绝内外，意图不轨。臣还请召回光文殿大学士李纲，重定抗金方针。来了，电炮他终于来了。杨义忠说的果然没错。御史，不错，御史位阶虽低，却可以监察百官。根据传闻奏事，职责所在，为求晋升，御史往往剑走偏锋，不与当权宰执妥协。官家只需多召御史进谏，早晚会有聪明人替官家破局。没想到第一个遇到的就是聪明人。官家，张俊先是上书弹劾李纲，现在又出尔反尔，明显是要哗众取宠。他这是犯了欺君之罪呀！我若不弹劾李纲，奏章何时能到御前？明明是你们这些奸贼蒙蔽圣听，截留主战奏章，隔绝外臣进谏，贪生怕死，罔顾家国大义，一刀未斩！国家明鉴呀！臣等一片赤诚之心，全是为了官家呀！哎，康履，事到如今，你也莫要再狡辩。奏章之事，一查便知。我等确实铸下大错。王伯彦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唉，老夫实在悔不当初，不该为了权势盲从于你。天下岌岌可危，你我却一心争权，贪图安逸。你可忘了，自己的地位全然仰仗天子圣眷，而天子位尊却是基于江山社稷，天下市民啊！都押下去，关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怎会如此？昨日我还是百官之首，宰相都要看我脸色。杨义忠这厮还得为我撑伞，其他文官武将最多受到贬斥，只有我肯定会被处死啊！之前想要难逃的可是官家呀，我不过是迎合他的想法而已。现如今却一朝失了神君，就猪狗不如了吗？圣眷，不是我们隔绝内外，是官家被要挟附体了。
那日在京中，我亲眼看见有妖物，一定是妖物夺了官家心智，否则怎会如此？大官，你我相识多年，我答应和你去扬州享受富贵，就是圣明天子，决心留在中原抗金，变成了要挟。咱们之间何至于此？竟敢怨对天子，插出去！不，官家！本想留他一条性命，可惜。康吕伏诛，黄潜擅遭流放，汪伯彦罢官，雷霆手段下，朝中再无正义。越狱后，李纲重返行在，主掌朝政。李纲手腕强硬，力排众议，坚持行在迁往南阳，要以此地为陪都，观察形势，再联络西部援军。我听说前军的路线临时做了调整，这可和计划的不一样啊！你想做什么？副主，小鱼小虾杀的再多也是无趣，我要南向青龙。区一个丁进，居然能阻隔行在多日，这些武人真是懈怠。刚离开亳州，就遇到叛军丁进占据颍水，不得不在扎营停步，也难怪李湘这么生气。我意已决，首先行在不可不兵，在京东两路剿匪的御营使司刘光世不可妄动，可调左军统制韩世忠来此平叛，再调后军统制张俊前往寿春接应，诸位以为如何？此乃老臣之见。官家以为如何？官家以为如何？啊，就依李相所言。还有一些不小势力的官员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不停地互相攻击弹劾，通通都该严厉斥责。就依李相所言。被贬至广南的张所能堪大用，应该召集留守山东，统御刘光世。就依李相所言。叛军阻碍钱粮，行在用度需要一切从简。就依李相所言。凡是官家工人繁荣，应当就依李相所言。还有，就依李相所言。嘿嘿，退朝吧。看来赵构对朝中主战派的伤害真的太深了。李纲对我的成见和防范依旧颇深。远在东京留守的宗泽也是如此，一再上表要我重回东京。他是生怕赵构逃得太远太快，才不得不发表如此激烈的言论。现在我想要抗金，确实没几个人会真心相信。官家，前方已是界沟阵，人多嘴杂，还请官家放心，朕知道分寸。朕只是想看看。没错，我看到的一切不是穿越的幻象，不是空洞的陈词奏章，不是听起来感到麻木的数字，这是还未被战乱蹂躏荼毒的人间烟火。好香！哲远，你再迟些回来，我们都快要饿死了。身为御史中丞，也得按时吃饭啊。官家给每个人都发了姜匙，你们却好意思跑来我这里瓜分。反正托你的福，我们都难得再吃到姜赏，必须搭配烫酒。满饮，满饮。此次行在才买得了姜匙，听闻官家分毫未尝，尽数分给了百官家眷。如此圣天子德行，可媲美古之明君。那李相公却咄咄相逼，不仅在朝堂上，
还是官家，还抨击官家外出扰民。等行在安稳于南阳之后，他若依旧如此无度，我定要狠狠弹劾于他。袁振兄多虑了，李相没那个野心，也没可能成为权臣。以李相为首的主战派，之前受他太多打压，如今起复，心里有不满和猜忌也属正常。若不能容忍李相的跋扈，如何能让满朝文武相信，官家如今是真的想要抗金？其实官家真要表现抗金决心，就应该立刻北上，御驾亲征，浴血杀敌，迎回2日。大事不好了！金兀术来了！赵大人、胡大人，李相命你们速去参加朝会。赵大人，李相命你即刻出发，催促韩世忠进军啊！黄河下游，金兀术大军兵力5万不止，现已渡河，直指京东东路。自梁上过往东路，黄河沿线全线告急。可恨，怎么如此快？为何被人阻拦？谁敢拦？谁又能拦得住？金军势大，我们绝技不是对手。还是快派使臣前去议和，多少拖些时日。还议个屁！早该快些南下才对。闭嘴！适才主张南逃议和的，再有此投降言论者，一律罢免。还有胡说什么北上迎战、御驾亲征的，统统罚俸半年。金军距离行在还远得很，都慌乱什么？此事我已有决断。金兀术此番孤军渡河，必不会过于深入。我料他应当是想在京东东路劫掠一番，只要着令刘光世、张所死守坚城，避免野战，等金人抢去那些金银财货，总会退去。诸位可有异议？我有异议。此事我有异议。官家，金人断不会只出一路军马，金兀术也断不会止步于山东。金人建国不到15年，骤然膨胀，内部权斗必然激烈。开国皇帝阿骨打死后，却是其弟吴七买继位。但阿骨打的那些皇子早已成年，他们势必会觊觎皇位，而皇子之中，尤其这位4皇子最为跋扈。完颜兀术此番南下，又岂会满足于区区经营？兽群争斗，上位者不但要善于厮杀，更要长于狩猎。猎物的优劣多寡，更能佐证兽王的地位。诸位也是从东京一路过来，为何还会抱有侥幸的幻想？说直白些，朕这颗脑袋才是金兀术最想要的猎物吧？官家，我等纵然万死，也断不会让靖康事变再现。金国国主吴七买和都元帅詹罕绝不会傻傻等着金兀术抢到头颅，但他们自是身份，也不会和金兀术来争抢朕的头颅，因此他们必然会聚重兵从西路南下，直取洛阳、陕州乃至关中。届时中原尽皆沦陷，社稷倾覆，大宋再难光复。官家，那不如转去扬州，一怀而守，并以东京、山东2路夹其后。东京、山东2路能出兵，何至于被逃？若守不住，又该如何？那就只能走江南，守长江。金人破得了黄河，就一定跨得过长江吗？猛兽最善从背后扑杀猎物，背向他们，唯有死路一条。面对野兽，自比猎物，定然百死难生。但若自以为猎人，大敢直面，即使难以杀之胜之，这也更有希望震慑对方。哪怕打痛一次，也能令其却步，甚至逃窜，不敢轻易再犯。官家，臣一向主战，也希望可以一战，但此刻真的无兵可战呐。哎，李相，并非朕可以争的意，你与郑武国师确属一流，但若论起行兵之事，你我皆是外行，所以要说能不能打，还得问问真正领军的那位。说起这位，他可是天生的强壮，今年39岁，就已经攒下了
种种神仙战绩。18岁从军，26岁单骑杀入西夏敌营，斩杀西夏驸马。33岁那年，以底层皮匠之位智擒方腊。38岁，靖康之乱中以50骑对金军2000骑，斩首对方军官，逼退金军。这种传奇人物就是国家的栋梁，忠心的名将，所有宋传的倚仗啊！他的名字就是韩世忠。官家，大事不好，那天杀的韩世忠造反了！朝廷休要胡说，那韩世忠虽然顽劣，但向来忠君爱国，如何会反？官家，陛下，此事千真万确。臣等奉命前去迎接韩世忠，结果白池镇便撞上其兵马，不想竟与其中的统领发生口角，对方未有多言，便路认屠戮。这些臣被枭首示众，臣等奋力跳河逃亡，依旧被他们射杀数人。距离行在不过20里，他们放言必要赶尽杀绝。官家，速速走吧！这没道理啊！韩世忠的忠诚度没满100也应该有99啊！官家，人都靠不住，臣愿前去斥退叛军。官家，臣请领班职剿叛军。官家，都闭嘴！杨仪忠，末将在。带领诸班职封锁大殿，不可让消息外泄。都带官家从后殿离开，务必确保班职护送官家渡河。等等，前军部署作乱，并非韩世忠本人呐，何须惊慌逃窜？官家，乱兵一旦开了杀戒，便断无退路。韩世忠前军至少2000部众，行在只有数百班职，一旦冲击行在，犯下不忍言之事，韩世忠死罪难逃。这样下去，韩世忠不想反也得反。我们走。李相，朕一走了之，可行在诸人。官家，乱世之中，这种事在所难免。不，要结束这乱世，要抵御金国，失了诸位公公，只靠朕这么个不成器的官家，如何能办到？官家的心思，老臣已然明了。今日之祸，全是臣粗疏所致，官家千万莫要自责愧疚，失了志气。社稷的复兴，全系官家一人。大宋可以没有老臣，可以没有行在诸臣，唯独不能没有官家。我想的实在太简单了，以为穿越了就一定自带光环可以解决一切。李纲适才那番话，分明是诀别遗言，我却毫无办法。像那传说中的岳飞，现在也只有20出头，还不知在哪里蹉跎。唯有这韩世忠，如今39岁，身经百战，武艺绝伦，正是一名将领的黄金年纪。韩世忠相当于刘备麾下的张飞，可笑张飞的前军作乱，刘备就得扔下所有人，顶着寒风淌过冰碴子过河。等等，张飞、刘备，我现在要逃，不就是因为担心韩世忠会被迫造反吗？可是那是李纲他们在不了解历史的前提下做出的判断呢。所有人都会怀疑，所有人都该怀疑，唯有我是最当完全信任韩世忠的呀。诸位，事到如今，老夫只有一言，能为国家死节，莫失了最后的体面。赵鼎，你可知韩世忠本部驻扎何处？在万寿县后的金沟镇，距此多远？ 40里。杨一中，带他上马。
是，给我匹马，我也去。官家，前方是叛军驻地，走哪边可以绕开？绕过东北方向的山坡，跨过一条小河即可。可是官家，那韩世忠当真如此可信吗？不好，有人埋伏在此！别慌，他们人数不多，必不是本部军马。诸位可愿信朕？立无悔，追随官家。很好，朕义信韩世忠必不负朕。杀！什么？邢在来的使者？哼！这些邢在的老爷们儿真是聒噪，屁本事没有，就知道催。有能耐，去找叛军唧唧歪歪呀！你们这些蒙儿，回去告诉那些老爷，老子明天就会赶去邢在护驾。再敢3更半夜扰俺清静，小心！领头的红袍怎么有些眼熟？难道？良臣韩青，朕的御营左军统制，韩世忠麾下前部造反，杀了朕的御史。朕被逼无奈，走投无路，只能够抛妻弃子，扔下邢在文武，来投奔你了。官家，一时仓促，只得这些面食。无妨，有劳韩夫人了。好吃，来，诸位，动筷子呀！这汤饼又长又宽，味道极佳。这厨子怕不是韩青从绥德老家专门带出来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官家居然毫不紧张，这气度，这胸襟。哈哈，痛快！这怕是穿越后吃的最安心的一顿饭了，有大腿抱的感觉真好。官家，邢在得到韩世忠一去平叛的消息，振奋不已，但百官依然担心官家，老臣只好带人前来接应。来这么多人，都足够开个小型朝议了。李相呢？李相旧疾复发，南下病榻，叮嘱臣等谨遵官家旨意。哼，还算他有自知之明。那就是官家吗？那看着比俺儿子还小嘞。看个屁！躲一边去！臣献上首级一颗，好叫官家知道，作乱的贼厮已经被臣亲手了结了。这么快？怎么拼的？该死！我才刚吃完呢。臣领军前去，距离叛军10里的时候，他们依然没有防备，臣便带百骑突击，轻易擒获，当场斩杀。那他们为何作乱？据说是因为邢在要求所有平乱，所获都要先行上缴，再行分配。这些贼厮乃是降军，不懂规矩。请官家放心，臣素来知道邢在清苦，一路上连道祖、佛祖身上的金粉都刮了。此次战力，臣一定不会贪墨，尽数上缴邢在。良臣，朕不是……哼，韩世忠，你纵容手下劫掠成性，对降军缺乏管束，陷官家于危地，竟然想用区区财物来抵消此等罪责吗？官家，臣要弹劾韩世忠，请罢免此人一切职衔。你这鸟人，再敢信口胡说，老子就把你……怎么着？良臣是觉得朕的御史今天死的还不够多吗？哪里，官家误会了，臣是看御史大人发型有点乱。松手拿开！官家年纪不大，可我怎么一听他说话就犯怵呢？赵卿，你是觉得朕会无视法度，肆意放任韩世忠？臣不敢。
还是得官家治你们这些鸟人。自靖康后，乱兵四起，湘军杂糅，良莠不齐，而大军又要赶期，又要持续平叛，出现些许意外也是难免。官家明鉴，但越是危难时刻，越要讲究制度。良臣，今日委屈了你，可会怪朕？官家如此说，臣不敢委屈。韩世忠御下不严，部署擅杀御史，侵扰行在，免去其承宣使，去御营左军统制，为全统制，依旧暂领御营左军。去了职，到底兵权还在，只是可惜没了太尉的名头，威风小了很多呀。官家好手段，给了大家交代，也多少敲打了韩世忠。良臣，你且过来些。是。站直了。近看之下，骨架着实突出，双目犹如鹰眼，难怪史书中夸他风骨伟岸。哎，夫人，官家看老爷的眼神怎么怪怪的？啊！官家，这如何使得？良臣，你平叛有功，本该重赏，奈何心在空虚，此腰带你万不可推辞。以后见了我也不要弯腰了，因为我能够直起腰来，向来是良臣一直为我扶腰作胆。官家。我的手要断了。至于区承宣使，何必多想？你我君臣相逢，无非事成事败。若将来事成，难道朕还不如唐朝天子对郭子仪，舍出个郡王与良臣做又如何？郡王，郡王，官家冒险突破叛军阻碍，看似鲁莽冲动，实则直破关窍。对执掌大军的将领，表面维护，实则敲打削权。一条玉腰带，一次握手，一个郡王的口头询问。别说韩世忠，怕是听闻此事的武人，都会誓死效忠。如此胆识，如此心计，如此手腕，得此人主，是上天在庇佑我大宋社稷啊！良臣，为何要摘下来？官家赐予的宝贝，可不敢带着上阵。臣这就连夜去平了丁进，为官家拔除后患。良臣，大可不必。区丁进之流，刘正彦他们再无能，早晚也能够平定。朕如此倚重良臣，岂会杀鸡用牛刀？正好，吕相等人也都在此。朕想问良臣一句：逃了这么久，朕委实不想再做丧家之犬，我们能否与金人正面一战？爹，娘，咱们什么时候回家啊？把金人赶走，咱们就可以回家了。你们从没见过金军吗？我们可是从东京逃过来的，金人就是恶鬼，根本打不过，连皇帝老儿都在难逃了。趁还有命，赶紧逃吧！也许有天，连逃的地方都没有了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难怪。建炎元年冬，金军再度发兵南下，知济南府刘裕献城投降，淄州知府赵明诚弃城而逃，青州知府张侃被杀殉国。赵宋官家携东京两路难民、壮丁、府库及市民，转向淮水、寿州避战。队伍太庞杂了，官家这是要效仿刘玄德，携命渡江啊！
只是难得官家如此真心，大部分人却还说官家是要南走偏安。今日已经多起纷争了，难民之间的，官军劫掠的，氏族冲突的，死伤颇多。也不能怪他们多想，毕竟谁都知道，南阳才是坚守中原的要地。现在改道去了怀上，官家还让李相先带着皇家亲眷先行去了扬州，稍有动荡，就能直接过江偏安，再难回头了。唉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谁听了那话，都不会敢再去南阳直面金人了。我们能否与金人正面一战？官家，臣不是个怕死的人，今日受了官家如此恩典，更不会惜命。但臣也不能信口胡说，辜负官家的期许，平白折损更多士卒。如今的情况就是，我军和金人之间的实力差距悬殊，金人一路南下，气势如虹，平原野战无可匹敌。即使臣等集结所有大军，数倍于敌，正面交战，也绝对毫无胜算。唉，真是何其讽刺！我这种历来主战的人，看到官家终于放下出战的念头，反而是松了一口气。可又担心官家真的会过江偏安，但打又不能打，逃又无法逃，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呢？你们不要小觑了官家，可别忘了，官家与韩世忠最后还有一番言语。既然如此，连良辰你都，假如依靠水师地利防守呢？依然很难。我军已对金人畏之如虎，战力不是靠环境能弥补的。不过，如果仅是针对此次金兀术的南侵，或许还有一丝机会。只是官家务必需要说服一人，让他与臣配合。张主城，张主城，呼延通部署将官劫掠难民士卒，引起巨大骚乱，死伤数十人。官家下令务必查清，首恶当斩立决。呼延通可是韩世忠留下的心腹啊！明仲、元振，你二人最为公正，务必顶住压力，为官家明正典刑，再不能多了士气。是。等等，在引领安顿难民士卒过河后，务必信任官家的抉择，千万不要留在后方。不过，如果仅是针对此次金兀术的南侵，或许还有一丝机会。只是官家务必需要说服一人，让他与臣配合。哦，什么人？此人占据地利，且军中资历深厚，虽不擅长野战，但长于守备。如今正驻扎在寿州下蔡，但他为人过于谨小慎微，若非官家亲自出面，绝难让他出兵。此人正是御营司前军统制张俊。13年前，完颜阿骨打与白山黑水间起兵，短短10年间就覆灭了幅员辽阔的大辽。北方格局大变，常年征战，金人军队无往而不利。他们的野心岂止于此，于是2度发起南侵。靖康之后，京畿被劫掠烧毁，河北、河东沦陷。但金人愿意议和，并非是已经满足，只不过是人口太少，难以支撑过激的侵略。如今消化的差不多，他们到底还是卷土重来了。完颜兀术越过黄河，济南、资州、青州接连沦陷，他扑来行在也是早晚的事。但是张太尉，朕自离开东京以来，一路从河北逃到京东，从京东逃到应天，从应天又逃到这里，朕委实不想再逃了。在这淮水之上，我军能否守住一战？官家，臣。张太尉，你回答朕之前，须想清楚，你我2人相识于河北，皆是没落。
那时候没有你，朕就是金军耳料。拥立之功，朕与你自然不会身份，所以朕都无需赠你腰带，就诚心向你发问。但在此国家大义的事上，你也要晓得，如今你若离了朕，便会重新沦为道边野犬。官家，臣不敢推诿，也不敢妄言。3万，只要敌军不超过3万，臣敢保证死战不退。但若超过此数，臣实在……来，伯英，无需这么拘谨。朕很高兴你能如此坦诚。3万，这个数字果然与韩世忠所言相合。朕与韩世忠推演过，此次金国东路有10万左右。听闻济南又有民众与起义军起事，完颜塔赖需要统领5万军力镇压，同时进发大名府。完颜兀竹必然孤军前来。如今他距离此处还有6个军州，不求镇守这6州的刘光世死战，只要他坚守城池，就能层层拖延金军。等金兀竹通过防区，长途奔袭之下，还需处处分兵守御。届时来到淮水的兵力必然不超3万。借助地利，我军成犄角之势，必能成功防御。官家果然智计，但如果对方兵力超数，也请果断渡河撤退。放心，伯英，那是自然。兀竹，你在说什么糊涂话？此番南下，大国主的旨意说得清楚，乃是要取京东东路，经外围移往河北。如今战事顺利，你当立刻折返河北，攻取大名府才对。哼，大名府的留守杜冲已经跑了，有什么必要去打？俺自然是要去抓了南边的宋国皇帝，真正取了中原这花花世界。国战大事，岂可因你个人野心临时生变？你不能因私废公。哼，俺个人也行。叔父，你跟着汉人混久了，装模作样当真有一套啊！别以为俺不知道，此番出战，国主已经许了章邯河北和河东之地，更许了你鲁地，要封你一个鲁国国主。你和章邯难道不是假借国家之名为个人谋利吗？既然如此，俺堂堂太祖之子，有本事取了中原，就算到了国主面前，也敢争这口气。胡闹！你真想南下，何不先完成国主交代，与俺一起平了鲁地，没有后顾之忧，岂不安全？那不知要等到何时啊？万一宋家皇帝在开春前逃过淮水，那可就难寻了。叔父，你放心，俺不用你的兵马，还会再调2万大军去攻打大名府。俺只带3个万户南下，输赢计较都只在俺自己。你答不答应？俺去6个营，考虑考虑。叔父请便。真让你说中了，兀竹那小子果然不会安分。他仗着太祖之子的身份，铁了心要立刻南下。俺到底要怎么回他？你可得好好帮俺出个主意。小秦学士，冀、北2处瓮城已经修葺完毕，多段城墙也已经修补好，各处守备所需弓箭、弩机、木垒、碎石、焦油也整备妥当。最新一批的少骑还没有回来，但结合前几批的情报，新降的济南府百姓发生暴动，由于向完颜塔赖求援，而后者已然即刻发兵支援。完颜兀竹也分兵前去接应。如此推算，金军此次南下，兵力必然不会超出3万了。但是伯英啊，刘光世那边为何久久没有回信？此次关键也在于他能否层层分治金军。官家大可不必如此忧心，也许是信使途中遭遇了乱兵等意外。那是有大股部队从北面过来了，快派少骑侦察对方究竟是敌是友。
是溃兵，是北方来的溃兵。数量怎么会这么多？为何逃得如此急迫？难道是金军罗骑，拐子马？五竹，这样，你若执意现在南下，也得应许俺一个条件。此去寿州，尚有刘光世掌控6个军州阻隔，你得先平了刘光世，俺方能许你南下。叔父，这套说辞是你帐下那个汉人幕僚教的？自然是小秦学士。五竹，你可不许找他麻烦。哼，俺谢他还来不及呢。明天俺就给他送7、8个美女。这是刚送来的军报，刘光世放弃所有军州，全军不战而逃了。既然如此，你送钱就好。小秦学士可是最怕老婆的。救命！救命啊！混账！溃兵足有数千，金人不过数十骑，居然就被如此驱赶屠戮，宁可跳河被冰水冻死，也不敢回身拼命啊！居然畏惧金人到了如此地步！官家，臣这就亲自领兵，驱赶金人，收拢溃兵，查清状况。来人，备马！儿郎们，那奉国军节度使刘光世不战而逃，此乃天王诏诉。俺要你们10日内急行至寿州，擒杀赵官家，一起坐享中原富贵。擒杀赵官家，一起坐享中原富贵。登州、莱州、维州、宜州、密州、淮阳军6大军州同时遭到金军主力猛攻，京东东路全部失陷，敌军总数不下10万之众。怎么可能？晋军居然有10万南下！完颜踏赖和完颜兀竹合兵才10万，怎么可能全军进出？而且刘光世所辖京东东路6州方圆1000里，人口200-300万，他麾下兵马至少7、8万，为何败退得如此之快？官家，军国重视，想必刘太尉不敢谎报军情，晋军必然没有10万，很可能是完颜兀竹建功心切，不顾一切进出本部5万。官家适才也看到，如今我军畏敌如虎，被一击击溃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可若是据城坚守，也不至于。官家，现如今事已成定局，具体如何，刘太尉到来一问便知。可眼下最重要的是，敌军数量远超我们预期的3万之数，而且晋人行军迅速，不出10日，想必就会迫至城下。官家，请快做出决断，放弃此战，即可渡河南下吧。是去扬州暂避也好，甚至渡过长江也罢，臣一定为官家坚守下蔡，争取更多时间。渡河吧。去也别打了，让官军先行。逃难的百姓有10几万，溃退的军官也有5、6万。下蔡以及上下游的渡口皆是人满为患。张太尉带兵维持秩序，已然斩杀了100余乱兵，但各种混乱依然难以避免。官家，还请下山前往寿春城中暂避，以备不测。不，就在这里立帐，金人很快就会杀过来。不看到他们安然渡河，朕实在难以心安。别抢我东西啊！
这里是……原来那些都是梦啊！小伙子，脸色怎么这么差？生病了？道长，我没事，刚才看书睡着了，做了个噩梦而已。这么有深度的书，很难得的年轻人啊！我哪看得懂？打发时间而已。还挺谦虚。可以可以，能不能请你帮老头子一个忙啊？小伙子哪里人？多大了？啊，本地的，21了。正年轻啊，真好。要不要老头子带你去天净宫算算前程？咱这涡阳老子庙可是春秋时期就传下来的，有我带着，可以给你打个8折。咱这儿有离儿保佑，灵得很呐。道长，都说了我是本地人啊，谁不知道隔壁陆毅那个才是真……等等，你找我帮忙，不会就是想骗钱吧？还一口一个老子、李耳什么的，完全不像正经道士吧？怎么会呢？再说了，陆毅和咱们这儿离得这么近，说什么真的假的？这样吧，你要是帮了忙，就再给你打个5折。道长再见。哎，小伙子，你别急着走啊！哎呦，不算命不算命，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帮忙。什么？有小狗掉进九龙井里了？哎，道长，这种事儿你就直说嘛，干嘛拐弯抹角的？哎，这不是怕你不答应吗？不过这狗咱本是不想管的，奈何他家里人常请咱吃饭，真不好意思眼睁睁看着人家的狗在井里遭殃。这早听说为了凑酒，新挖了8口腹井，但这也太敷衍了吧，连个像样的井口都没修啊，完全是个水泥坑，好不好啊？这就是那个小狗吗？看样子只是伤到了腿。放心吧，道长，我这就下去。好深，一人不入庙，二人不看井。我是犯了什么忌讳吗？总觉得下去就会死人。救又不救，走又不走，你是在糊弄天下人吗？区区一条狗，怎么跟天下人扯上关系了？答应的事就得讲诚信。这是……救又不救，走又不走，你是在糊弄天下人吗？沙滩起火了！怎么会这样？下在渡口，为何会烧起来？回官家，是奉国军节度使刘太尉，他麾下3000西军本部，2000王德部，还有京东收降的3000副庆部，抢了渡船过河后，放火烧了渡口。什么？我不是让他只送难民过河吗？他怎能擅作主张？来人！官家，还请官家务必忍耐。此时行在只有3000余人马，而刘太尉的8000精锐已然登陆八公山渡口。若官家此刻追责，万一……官家，奉国军节度使刘光世求见。这是要逼着我表态啊！让他来，宰相、学士、御史，还有营中将领，让他们全都来。官家，
臣封国军节度使刘光世拜见官家。相别数月，今日终于重见天颜。臣之前在淮北为金人追击，又受张郡王员排挤，几乎以为此生再难与官家相见了呀！不会说谎，难道其中还有什么隐情？但他违反我的命令，带子二将跟随他渡河，的确是事实。刘钦，金军暂且不提。你说被张太尉和王太尉排挤，是怎么一回事？臣本该受命留在下蔡，协同张太尉拒敌，但臣军中将士为金人大举杀伤，势难再战，更影响守军士气。臣便想着，不如先行带他们渡河休整，再向官家报告。他这么说，倒也算有几分道理。但王张二位太尉却不许臣引兵夜渡，他们占用了大半船只，臣的伤病聚在渡口，人心惶惶。失控之下，开始抢夺渡船，不想却发现，船中皆是张太尉之前剿匪所获巨额财货。原来他们是要输送财物给行在和后方显贵，以确保自己在朝中的地位。而且他们早在行在中安排了内应，要在官家身边抹黑臣。此人正是张郡旧部杨一中。官家，臣军中将士为国拼杀，却被贪鄙之辈漠视，诈奸浮财，有人气愤难平，有人见财起意，再难约束，导致失控纵火，还请官家息怒，只责罚臣一人治军不严之罪，我要追责臣军中将士。王太尉，此事你作何解释？官家，臣，王太尉，事到如今，不要再被张俊遮掩了，老实交代，官家才会对你从轻发落。王太尉，究竟如何才是国家忠臣之道？你该明白，快招认吧！官家，臣无能，臣有罪。官家，事情已经如此明了，还请官家为臣做主。诸位，吕相公、汪相公、张忠臣，你们的看法呢？一反常态的全体静默，看来他们多少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否则早就吵翻了天。连张俊这种嘴炮强者都放过了这个机会，还有人频频偷看帐外的王德和傅庆。而王渊这个被告自认有罪，却不多做分辨，还不跪不叩，明显不是认罪的模样，就差把委屈二字刻在脸上了。看来他们都觉得事情的真相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眼下刘光世主力尽数渡河。刘光世虽然没有拥兵自重之意，但却有拥兵自重的实力。可这刘光世不准备造反，他整这么一出是图什么？只是打了败仗而已，宋军打的败仗还少吗？等等，主力部队能够对抗张俊守军，还能够顺利渡河，说明编制未乱，战力犹在。这根本不是溃兵该有的状态。难道他不是战败？他根本就是不战而败。官家，韩将军有文书送到。韩世忠。吕相公、汪相公、张忠臣，诸位卿家的意思，朕明白了。辛苦诸位。官家，这王太尉的意思，朕也想明白了。你和韩世忠都曾是刘光世父亲的旧部，刘氏父子向来厚待军士，如今你为了昔日恩义，情愿替刘光世担罪。官家，臣绝无串通军中大将，臣只是……刘太尉好大的威风！你竟不许朕把话说完吗？不敢。但诸位不辩不语，无非是觉得刘太尉棋高一招，木已成舟，而张太尉以及下蔡军民
困在淮北必死之地，不如干脆放弃，否则逼反了手握精兵的刘太尉，再来一次陈桥故事。官家明鉴啊！臣为师冤枉，臣岂敢！你若再敢打断朕说话，朕就当你是想要这张烂椅子了。想说话，就先领导把朕赶下去。臣不敢，臣不敢。哼，你当然不敢。但凡你还有半分胆气，也断做不出这种荒唐事。韩世忠已经查清了北方战事的真相，执掌6个军州。方圆1000里，人口100万，兵马7、8万，却连金军的面都没见到，就闻风而逃。可你不敢战役就罢了，却敢谎报军情。3万敌军，你夸大到10万。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耻罪行，你更是不惜构陷同袍。你自作聪明，拥兵胁迫行在，当真以为朕会姑息你吗？王德、傅庆，你2人上前来，回答朕。太尉与天子孰大？自然是天子。很好，那么麻烦2位亲家帮我拿住刘太尉2只手。官家，臣知罪了。臣只是因为官家也不想打，所以才揣度错了圣意，但臣忠心一片啊！官家饶了臣吧！官家万万不可呀！哪有堂堂天子亲手杀将的道理？官家，收了他的兵权，或者监押流放也可。这官家以国家制度为重啊！哼，倒是忘了，我还从没杀过人。甄府该如何下手？就是杀鸡那般。不，官家不可！朕宁可亡国，一定要亲手杀了此人。金人果然来了！真的只有3万？这怎么看着更多呢？那刘光世当真是谎报军情吗？官家着手做得过了，这坏了大宋制度啊！临战之时杀了自家大将，算怎么一回事啊？是啊，万一当时王德和傅庆没有被官家拿捏住，他2人好歹算是中枢的，但刘光世本家那3000兵马呢？一旦哗变，该当如何呀？都是小事，你们别忘了，如今各地评判将领多是西军出身，都受过刘家的恩惠呀。什么声音？是山下大营传来的，难道真的哗变了？官家到！都别慌，只是士卒喧哗鼓噪，又不是造反。朕已派杨清去探明状况。禀告官家，山下大营并无大碍，王德和傅庆安抚了大部分将领士卒。刘光世的亲信虽然颇有不忿，但目前看来并无作乱之意，只是还有些不服管制、鼓噪不停的下级军官和士卒。表面上是为刘光世鸣不平，但其实是想在作乱前讨要赏赐。这朕倒是略有耳闻。西军素来有层层克扣军饷的传统，中底层的兵卒军官只得以这种形式多讨些银钱。只是不想国难当前，他们已然无法更改陋习。若朕坚持不发赏赐，官家万万不可！如今军中没有宿将坐镇，士卒们很容易就会被煽动闹事。是啊，官家，此事不同刘光世一人，万一哗变，就算不造反，也会全营溃散难逃的。放心，既然如此，就发给他们赏赐。朕岂会吝惜区区财物？而且不光要照例赏赐士卒，传朕旨意，将王德提拔为统制，领此地刘光世旧部3000兵马。各地汇集来行在的物资和财物，也通通作为赏赐，发放给周边平叛的将领，把带头闹着要赏赐的军官们都集结起来。朕要在大帐中亲自给他们发。官家英明。丞相，请再核对一下这批财物的清单。官家这次从善如流，
懂得安抚人心，真是不容易呀。若是早些听我们的，不杀那流光氏，省了多少事。你们当真以为官家是年轻气盛，一时冲动才杀人吗？算了，就当老夫杞人忧天，希望不要再出事端吧。还是张哥厉害，时机抓得简直绝了。听说官家要亲自来行赏呢。哼，都学着点吧，见过天子，够你们下半辈子吹牛了。那是，这回赏赐不知道再够玩多久呢。不知寿春城里的娘们贵不贵？干脆赏咱们一个窑子得了。官家驾到！如今军中规矩，见了天子竟然不用行礼吗？快官家！不愧是官家亲赏，这么多财货！诸位，赏赐就摆在这里，朕绝对不会亏待各位。但是朕的钱，你们不能白拿。国家危难之际，敌军兵临城下，你们却趁机鼓噪要挟，不给朕一个明白的说法，这钱你们拿着不觉得烫手吗？官家，臣郑永贞从军10多年了，请容臣替大伙给官家讲讲。咱们真不敢要挟官家，只是这都是军中传统，不这么干，只靠军饷，大家伙根本不够活的。而且咱们老家先被金人回了，发饷的刘太尉又被官家宰了，身后无退路，眼前没出路，不得已，只有求些眼前的福财，方能安心。此事乃是臣带头，请官家莫要追责他人。拿了钱之后呢？是要战，还是要逃？得了官家赏赐，自然是要为官家卖命。要战要逃，臣都追随官家。很好，可还要替刘光世抱不平？臣不敢妄议官家决断，但刘太尉只是有些胆小，绝无什么坏心。也是多亏刘太尉，臣等才能活下来。只要能活下来，就什么都无所谓了。官家，臣等区区马前卒，无力左右大事，但身负家乡父老之仇，也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。只是不想死的窝囊，就算是死，臣也希望是在一场胜仗中死。那朕就等着看你们接下来的表现。但刘光世一事，休要再出头。既如此，开始分发。官家，臣斗胆，另有话要说。何老三，张哥，你可别擅自替所有兄弟定了前程，我等自有别的主意。无妨，今日大家畅所欲言，说吧。何老三这是看官家年轻，脾气又不错，想趁机多讹一些呀。原来如此啊，这小子胆子真肥呀！官家仁厚，但臣等人从延安府到河北，再到此地，虽无太多功劳，但也挣得足够苦劳了。有不少兄弟和臣一样，着实不想再打仗了。希望官家看在臣等辛苦多年的份上，多发一些赏赐，最好还能安排个浑家，容臣等南下安家生活。赏赐皆是国库所出，你们想要退出军队，不再为国而战，何来赏赐可言？臣也是为官家着想，曾为军武之人，若没有家眷财物定居，难免被逼上山落草。届时为祸后方，也是影响前线战事啊。你说的在理，不过行在之中早已没有女眷，浑家的事儿正安排。愿意一战的留在这边领取赏赐，想要走的站在那边，一会儿朕从司库里拿一些财货赏赐你们。谢谢官家。这回还多亏张哥你了，兄弟们要去南面快活了。你
拿这么多赏赐，要小心有命拿，没命花呀！嘿，老子拿命换来的钱，花的心安理得，倒是你们一群没种的货，丢人！哼！官家，何必非要动用私库？把你的甲胄换给朕。来人，替杨舍人卸甲。官家，难道卸甲？何大哥，你说官家能给咱们多少赏赐呀？哼，怕什么？给的少了，咱们还不走呢，就赖在这军中，都是自家兄弟，谁能赶咱们？大不了再多拉些人，真南下去做贼。听说南面的女人可水灵了，多抢几个做压寨夫人。官家来了，后面跟了不少人，一定搬来了不少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是谁？上！朕既然杀了刘光世，就不怕再多杀几个。从今往后，你们这些废物兵，朕亲自领了。这些首级，就是朕军中第一条规矩：为君而不敢战者，与刘光世同罪。从今往后，朕要亲自掌握军中赏罚，全军赏罚一并决于眼前。这次的事，朕不再追究。你们自去军法处领10个军棍，点齐各自手下兵卒，全部去山腰集合。是，朕誓死追随官家。我真傻，真的。吕相，官家此次威慑之后，不但军心一统，士气也难得旺盛，为何还要叹气？其实，谁不知道官家的心思呢？以此地优势守城，阻碍金军，提升士气，稳定众人抗金决心。可先杀大将，再杀军官，调遣老臣，孤注一掷，就真的能达成所愿吗？须知京军野战，从无败绩，如今更是金兀术亲领大军，下蔡孤悬在外，说不定明日就会开城投降。我方才1万出头的可战之力，靠杀人威慑出来的士气，如何制胜？官家铁了心冒进，万一有个好歹，这江山可就真的……德元，我想好了，我一生都少与人争执，以往在朝堂上也没坚持过什么，但这次我真的不能再坐视官家粗暴无度的一意孤行了。就算这相位被官家拔掉，我也绝不能袖手旁观了。想什么好事？官家可是专门挑你这个脾气软的老好人来做相公，看准了欺负你不善争执，怎会放你解脱呢？吕相，莫要自欺欺人了。要是能劝动官家，谁会不劝？只是光用体统道德这些说辞，能劝动官家吗？自从官家夜奔平叛以来，行事何其果决，就连性烈如火的李相也要主动南行，对官家退让。现如今，官家更是亲手斩杀刘光世，枭首军中败类，行在之中，谁敢质疑官家？吕相，你敢说，若是一切都按照你的想法来办，当真会有更好的局面吗？不说别的，只看眼下对岸的金兵，若当真袭杀过来，该如何应对？兄弟们，
一起杀光这些宋人他们，抓了他们的狗皇帝！王你娘的，杀皇帝！杀金刀！什么？居然败了，还死了10几个！回禀四太子，河里等人立功心切，只带了30-40人渡河，以为宋人早已溃乱，岂料那赵宋皇帝居然没跑。王德王爷差奉命出战，士气旺得惊人。哼，没跑？真的假的？好叫四太子知道，稍有常识的人都该知道，金吾道烧乃是天子大驾专用。如今那龙道正在山中，那赵宋官家自然也在。哼，给我割了这厮的喉咙！这些孙子就知道拽蒜，还什么稍有常识之人都该知道，俺不知道又如何？落到亡国降人之地，还要摆谱，真可笑！哼，那些南蛮子不过杀了俺们10几个人，居然也好意思大肆庆贺，吹吹打打，好生聒噪。算日子，应该是他们在过汉人的除夕。这赵总官家没有逃跑，倒是有几分胆色。等俺亲手捉了这厮，他还不是得像前2年那个皇帝一样尿裤子？那四太子打算如何行动？咱们不伐木建造工程器械，反而到处搜剿船只，这是不打算进攻下蔡，想要强渡淮水，直取八公山吗？废话，那下蔡城高墙厚，墙吃下来，不知道要折损多少儿郎。再说，咱们只为了那赵宋官家而来，破了下蔡，万一吓得他直接南逃，如何再续？反倒是留着下蔡，围而不攻。赵家皇帝为了吊住城中士气，必然不得不坚守八公山。等俺们一鼓作气渡过河，届时他再想逃，可就由不得他了。哼，强渡谈何容易？如今宋人坚壁清野，淮水北岸的渡口都被烧了个精光，渡船集中在南岸宋人手里。咱们手中一共不到30只舢板，短期之内根本无法运送大军。行了，哈里将军，你别总想着功臣那点功劳了，断得无聊。俺这就去河上转一遭，必能找到强渡策略。四太子，敌军统帅怎能如此轻率冒险？咱们军法可是规定，将官若死，下属全要斩首。俺可不想此次出兵尚未见功就……放心吧，俺又不上岸，只是在河里看看而已。宋人忙着作乐，哪会注意到俺？大不了俺就立下军书，死了也保你们无事，如何？官家，这鸭子好吃得紧，官家为何不动筷呢？胡琴好胃口，朕本不想在这节日扫兴，但是咱们这里张灯结彩，欢度佳节，下蔡城中却是黯然一片，物资无法运输过去，城中居民短期内更是无法安全过来。安抚的使人派去了几批，却没有能回来的，就连赵鼎也陷在其中。可想而知，下蔡居民是如何愤怒绝望。张伯英心中怕是对朕也多有怨恨。如此下去，朕担心与他之间的信任快要被磨光了。官家，臣原是张太尉下属，不如臣此刻渡河去安慰一二，想必如此甚好。杨舍人是官家敬事，亲自前去，张太尉必然能明白官家良苦用心。也罢，那就如此。杨青，你在码头威候，朕准备一些东西，你一并捎去。是。唉，朕还以为只有杨青察觉到了，想不到你们竟都来了。官家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
你明有更稳妥的方法，为何一定要犯险？万一张太尉有半点歹心，或者难以约束下属。官家，老臣自知软弱无能，劝不动官家。但官家亲手杀了刘光世，枭首逃兵，如今又非要死守淮水，执着已是孤城的下菜，老臣不理解，更不能为官家分忧，实在是万分难忍。官家呀，真的要如此为难老臣吗？二位亲家的心意，朕全然明白。可是非要朕给出一个信服的说辞，朕也为难。只是朕也想反问二位亲家，为何汉光武帝当日只带13人也要拼死突围？勾践为何能够隐忍18年一朝灭吴？刘玄德为何宁可妻离子散也要携民渡江？楚霸王为何不肯过江东？便是完颜阿骨打，又为何要起兵反辽？安史之乱众，张巡为何要死守睢阳？出使金国的李若水又为何要喝马惊人，导致对方将自己寸折而死？明明他们也有更好更轻松的选择，朕不知道，但朕或许能够体会到他们的心情。有些事没有太多道理，却非做不可，否则我仇家恨意难平啊！这八公山真不愧天下闻名，朕在淮水之上折断南北，着实险要。四处地形复杂，想要大军渡河，只能选择几个固定之处。但这些地方早已有宋人筑垒防御，还真是难办。四太子，那边有宋人的船过来了。无妨，看样子应该是去下蔡送信的。半夜3更，顶风冒雪在这淮水之上呢。果然是个无名小卒罢了。守军的敌意很大，官家，若有什么状况，臣先。陈府，放轻松，别露出破绽，反而让他们生疑。上了岸，别让他们通报，直接带我们去太尉府邸。杨一中，你胡闹什么？这大半夜的，太尉岂是你想见就见的？你们这些没良心的龟孙，在南岸吃香喝辣，把爷爷们扔在这里，还好意思来烦扰吗？别以为你是官家面前的红人就……臭小子，你怎敢擅闯？姓杨的，你要是再拉我，官家，磨蹭什么呢？快滚，快滚！是。让官家见笑了。无妨，下蔡已是孤城，朕本担心伯英此刻会焦躁颓唐，不想还能如此精神，也是好事。让官家亲身犯险，宰相、御史、内侍简直都是罪无可赦。御前护驾不力，臣请斩杨一中。伯英，免礼，朕只是过来送些东西，说几句闲话。先打开看看吧。今日除夕，行在不得不设宴慰劳群臣。可朕一想到下蔡的情况，想到当初在八公山与你所说，觉得无论如何也要送你一份过来。只是此时冷了，明早蒸一蒸再用吧。下面还有一层。这是刘光世居然真的死了？郭河当夜死的，朕让王德和父亲按住他的双手，亲自动刀杀死在身前，然后割下首级传示三军。今夜专门取来与你看一眼，就是怕你不信。其实大过节的，
带这个过来未免扫兴，可若不带，又不知还能带什么。之前对暗送旨意来说此事，臣还以为只是讹传，想不到堂堂刘太尉，昔日世代西军将门之人，一朝身死，地位还不如一只鸭子。不说这些了，这也是与你的。琉璃葡萄，这可是极其贵重的宝物啊！官家，这可……刘光世闯下大祸，虽死，却也于事无补。朕此番过来是来安抚你，做一番姿态，但也知道不一定有用。即便你弃城跑了，朕也无话可说。可不送来这几样东西，说几句废话，朕这个官家，此时又能做什么呢？朕不求你死守城池，指望你看在社稷、君臣、天下人的份上，撤退时提前给朕一个口信即可。朕早知你爱财，行在诸臣皆也，贪财者必贪生无益。但朕知道，还有句话：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卿若不负朕，他日朕必100倍、1000倍奉还。太尉，官家已经上船了。本来我想着让赵御史也一起回去，但他见到官家后，反而死活不愿南归。官家便提拔他为知州，留下协助守城。太尉，好，知道了。太尉，我看官家并没有为难我们的意思，求一求，或许就准了咱们出逃。太尉若是选择坚守，何不趁机表一番忠心？为何如此失魂落魄，不发一言呢？小田儿，刚才真的不是一场梦吗？你说，如此推心置腹之人，软中带硬之辈，真的是赵宋官家？什么？劝降张俊？不错，俺已经派了使者去下采，估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了。张俊，你这贪财忘义的小人，居然打算投降！你不得好死！愧对社稷，愧对官家！你出来见我呀！小田出城了吗？小的亲手用吊筐送田将军下的城墙，他已经与京使顺利接洽，一同前往经营了。官家，老张我这次可真的是拼尽全力了。回禀四太子，小的没求，幸不辱命。张伯英那次果然看在俺是他同乡兼西军袍子的份上，好酒好菜奉上，还让他那2位小妾出来见面。说重点，再多屁话，小心俺割了你的舌头。是。小的已经成功说服张俊献城投降，他还专门派了心腹前来详谈。这位田将军，那可是张太尉的左膀右臂。张太尉说，他可以作为全权代表。好，有什么条件，尽管提出来。俺家太尉说了，若要献城，只得黄金1000两，白银3万两，金子用来买官，银子用来买城中士族民夫。至于俺家太尉，就看四太子的诚意了。什么珍宝财货之类的，倒不挑剔，关键是要立个字据，免得有人事后反悔。立字据？你家太尉当这是在市场做买卖呢？是不是还得俺再找个人来给他担保啊？张俊也太贪了吧！说买军官还说得过去，哪有买士族民夫的道理？要想就利索点，信不信俺们一日就起炮打场？张俊的名声俺早有耳闻，只是大军中怎么可能有如此多的金银财货？回去告诉你家太尉，打个对折，俺可以考虑事后补给他。实话说了吧，赵官家
对俺家太尉着实不错。要不是刘光世烧了渡口，让夏蔡成为孤城，太尉是绝不会降的。但眼下局势如此，真要是被逼做了降人，太尉也不愿领兵对抗赵官家。城中本部1万人马，外加1万精壮民夫，还有7、8千北方溃兵，合计3万余众，粮草无数，披甲者7、8千，我们太尉都可以交出来，只求拿了钱财，为关西祖宅养老。至于财货问题，俺家太尉可算得很明白。刘光世家底丰厚，四太子一路追着刘光世而来，此时军中别说1万两金银，怕是10万两也拿得出来吧。一座城加3万军民，换四太子1半军资，这买卖可是绝对划算。你们怎么看？这张俊是真心要降吗？管他真假，咱们准备好炮车，他敢作假就起炮砸城。你们这些汉人最懂汉人了，你们来说说。回禀四太子，学生以为这张俊是真的要降。仔细说来。那张俊是出了名的贪财，贪财的人必然怕死，更不会有什么气节可言。他要是有心坚守，何必诈降？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而且他开出的条件如此细致，明显是精心计算过。若是一心求死之人，哪有这般花哨的念头？对，俺也是如此想的。哼，说得不错。你叫什么？学生石文斌，曾在沂水做过知县。很好，俺现在升你做个参军，此事就交由你和梅乔一起去办。是。嘿嘿，老尚，这回你可赚大发了。那些黄金白银就不说了，光这些古玩字画，那都是价值连城啊！今日也不懂行情，兄弟们全给你忽悠来了。多谢梅兄，放心，回头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兄弟，我可不会占你的好处。一会儿拿着赵志忠的脑袋祭旗吧，俺带去四太子那里，正好交差。好说，既然是你老雷的意思，那今日就见此血了。这厮真是迂腐，嘴没堵住，连最后一顿都没得吃。赵鼎啊赵鼎，反正你都要死了，何必逞口舌之快呢？还是咱们10参军识时务，堪称文人典范。诸君，今日在此召集大家所为何事，想必诸位也都明白。如果我张俊要降，你们有多少人和赵志忠这般不乐意的？各位，刘光世那混账东西暗算陷害俺们，现在的文官老爷们也不管俺们死活，困守这死地孤城多日，也毫无援兵希望。就算降了，谁也没话可说。就是，对，可俺们也有疑问。这赵知州今日一直哭喊，说官家昨日夜间冒雪亲自来城中安抚太尉，可真有此事？不可能！你才胡言！赵家皇帝肯定早就跑了，你们别被骗了。哈哈，千金之子坐不垂堂，何况亲身进入孤城这种冒死之事？赵知州忠心可嘉，不过这故事编得属实是漏洞百出啊。没错，确有此事。啊！老张，你咋这么实在？就算是真的也不用认呐。官家他扮成士卒，带着杨大郎过来，送了些东西，说了些话，勉励我守城。官家果然没有扔下咱们呀！下菜还有救？官家是真心要抗金？那传言中斩了刘光世，
也是真的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哈哈，刘光是堂堂一方大将，古往今来也没有这种先例啊。对，从来就没有。刘光是的确死了。哎呦！官家亲手所杀，就是怕我不信，所以把首级也一并送来了。让我看看，真的是刘光世？没错，刘光世真的死了。让我看看。傻老张，你这么老实干什么？太尉，既然官家是真的有心抗奸，俺就豁出这条命去陪他。要发财，你们自己走了便是。俺决定死守下菜。俺也是。对，俺也不走。不行，麻烦了不是？何必呢？我就知道会这样。既然你们如此说，我倒是舍不得你们了。太尉，这是要跟我们刀剑相向了？哎呀，不至于。老赵，快把刀收起来。各位，命只有一条啊，都是爹娘给的，何必为姓赵的江山赴死呢？我知道，你们觉得我一向贪财，只要有钱赚，什么也不管。但你们不知道，我其实比你们想象的更贪。千万两银两算什么？这锦绣河山才是价值无限。更不明白，我早想得明白，如果只是做狗、做奴才，守着金山银山，随时会变成一滩被人踩成稀烂的臭屎。守住下财，守住咱们的国家，还有咱们的尊严，换来的不只是堂堂正正做人的光荣，还有下辈子也享受不尽的富贵。所以，再问一次，诸位，愿随我死守下菜。吃娘贼的，居然中计了！哈哈，金兀术真是活该，白白被骗了如此多财货。哎呀，张太尉此举堪比草船借箭啊！听闻张俊那个财迷，不但把骗来的财物都分给了手下的军士，连自己多年的私房钱也拿出来犒军了。最后发现忘记扣上副将田世忠，居然把自己的宝贝女儿给下嫁了。不枉官家如此信任张太尉，冒险雪中夜渡去见他，如此胆气，如此眼界，臣等叹服。官家着实英明。一根腰带拴住了最泼皮的韩太尉，一刀切了军中地位最高的刘太尉，如今用一只鸭子填饱了胃口最大的张太尉。这炉火纯青的御下手段，没谁会再不服气了吧？官家，军人派了使臣求见。召集诸臣，一同会见吧。自天福2年，敝国与贵邦订立海上之盟以来，敝国致力于推翻辽之暴政，一向恪守承诺。然贵邦屡战屡败，敝国为救盟友，不遗余力，胸怀坦荡，赤诚以待。辽王于失德失信于天下，贵邦却重蹈覆辙。天会3年，贵邦公然背弃盟约，我王师不得已兴兵讨伐，造成生灵涂炭，百姓罹难。此等滔天罪孽，贵邦责无旁贷。敝国如今有2臣，一患昏德公，二患重昏侯。2臣在皇宫阶下，日夜叩拜思过，忏悔赎罪。我王师仁义，不愿擅起刀兵，唯望贵邦主君识大体，明时务，早日归降，定可被保举，锋芒尽绝，长岁平安。大清东路军先锋大将，
完颜宗弼敬告。混账！胡说八道！是什么荒悖谬言？一派胡言！二圣在北方奇耻大辱啊！愧为人臣啊！苍天无眼，豺狼当道啊！官家生父兄蒙难，折损天下威仪，臣等百死难赎啊！恳请官家责罚。日哭到夜，夜哭到日，难道还能哭死董卓吗？若要赢回二圣，需主公与朕一起振兴国家。今人此番劝降折辱，无非是那完颜宗弼被张太尉骗了太多钱财，心下气不过，才搞出这种挑衅诛心的幼稚手段。史文斌，朕说的可对？臣不，外臣。罢了，不必回答，免得为难。听闻你做过知县，曾是大宋的臣僚，想必肯定有过青云之志，期盼能够位列朝堂重臣之中，见证历史风云。今日恰逢其会，你倒是能够以另一种身份，亲眼见证我大宋中枢的重大决议。东府相公吕好问，西府相公汪伯彦，县台中丞张俊，中书舍人胡莹，御营都统王渊，内侍省大牙班蓝圭，暗门之后杨仪忠，新晋翰林学士林景默。臣在，臣在。朝臣就位，剑指其背，敌使在侧，公然寻衅。朕将定国策5条，鸣发翅膀，昭告天下。官家，能否等召回李纲、李相公、徐景衡、许大参之后再说？可笑！官家特意避免他们2个强势相公参政，就是明摆着要借你来堵住朝臣们的异议呢。来不及，也不必等他们。今人都快踩到脸上了，何须在意细枝末节？正如经史所言，我朝多年来一直心存幻想，期盼和平。父兄遮遮掩掩，态度暧昧。两国大小战事多年，依然没有个明确的说法。今日，朕便断了所有不切实际的念想。国策第一，便是宋金两国再无友邦盟约之意，明定双方开启国战，不死不休，号召天下各处勤王抗战。所谓人无分老幼，地无论南北，凡自认宋人者，遇金人之时，皆当聚土为战。只要抗金，无论军官义军，都追认告身。这国策2，即日起，天下文武百官，任何人不得与金人议和，否则一并罢黜。国策第3，年节之前，不得以暂时屈身金人者，皆许反正归宋，唯有3者不赦。1是有违节度、谎报军情，如刘光世者；2是为虎作伥，镇压大宋军州市民，如之济南府刘裕者；3是有受金人军职，出谋划策，为蜀敌国，如之沂水县石文斌者。官家，臣附议。臣附议。第4，加迎清光禄大夫、观文殿大学士、御营使、门下侍郎李纲为平章军国重士，总治3省。这是要立李纲为托孤重臣啊！那么接下来，官家一定。第5，朕决意驻守八公山，与金人死战。若赢，则继续北上抗金，收复故土；若败，则请暗门之后杨仪忠替朕了断。由李相在凉州扶持皇嗣继位，延续抗金大业。朕可战死，国家不可沦丧。哪怕赵氏不存，但凡有豪杰能收复河山而救万民者，自当取河山自用，为万民之主。宋可亡，天下不可亡。富才林景默，家中排行第9，刚过而立之年。虽然此等年纪已然为寿州州牧，如今更是一跃成为翰林学士，但我并不以此为傲。虽然我儿时并未经才绝艳，没有被冠以神童之名，
但其实是我刻意低调。我深知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我早在懵懂之年，就已然看清了人心人性。爹总是故作威严，高声厉喝，但我知道他根本不舍得下狠手责罚我，尤其只要我在客人面前表现得当，让他面上有光，其余时候再顽皮，他也会咬牙包容。兄长们虽然一向和颜悦色，但我却深知绝不能抢了他们的风头。只要适当装傻，反而会在他们互相角力之时，成为被积极拉拢的对象。学堂里的同窗，有谁貌合神离，有谁假意逢迎。入世后的同僚，怎样钻营投机，怎样拉帮结派，我通通看得一清二楚，但我从来不说。这是我轻松游走世间的不二法门。再隐匿的情绪，再纷乱复杂的形式，于我眼中如池塘一般透明。只是如此俯视芸芸众生，久而久之，还真有点寂寞如雪。不过今日，我头一回对自己产生了怀疑。新官家继任以来，一路难逃，任谁也会觉得朝廷绝技不敢再战。我守在这南下必经的淮水寿州，果然等到了行在进驻。早听闻新官家难逃窘迫，我专程奉上本地特产鸭肉，果然博得官家好感。破格升为翰林学士，可仔细听闻了之前官家的种种叛道行径，日前亲见他各种匪夷所思的杀伐决断，我不得不承认，以前对局势和官家的判断大错特错。这种失误不该出现在我的人生轨迹中，一定是由于之前战乱、情报混杂，才导致我分析不当。可如今我已是天子近臣，按道理我应该能看清楚，可我引以为傲的眼力却完全看不明白了。官家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？如今他到底想做什么？我说不上来，仿佛有一层雾气遮蔽，连官家的面貌都模糊起来，甚至于隐约还有一个虚幻的影子围绕在身边。看来纵然淡泊如我，面对失败也不能免俗，居然急火攻心，看到了幻想。不愧是乱世中诞生的天子，当真有天命庇佑。能够追随这样的君主，不仅能让我的眼力更上一层楼，未来不可捉摸的未来，难以预料的局势，才是更加有趣的存在。那赵宋官家当真专门点了你的名儿？老石啊，别哭了，你想想，要不是你归顺了我大金，你这种重置一样的小角色，几辈子也没机会被赵家皇帝记住啊！不管如何，俺的计策成功了，中国皇帝中了俺的激将法，乱发旨意，不会再逃。明日咱就发兵，搭浮桥渡淮水。为何如此仓促？多等几日，物资齐备一些，不是更稳妥吗？缘故有三：其一，春日将至，气温说不定就要转暖，春汛时期渡水会更加困难；其二，什么守土抗金、不许议和都无所谓，唯独招募义军民兵这种事，俺倒不怕两淮的盗匪民兵前来支援，但来一波就得打一波，总是费时费力，倒不如趁早了断此事。其三嘛，赵家人一向狡猾，对岸那位此番失控固然是实情，但却未必是真要死守。那个小官家很有可能只是表面壮怀激烈，实际是存了哄骗所有人，然后趁机逃亡的心思。等船只物资齐备了，他早跑过长江了。总之，俺已经将事情安排得万全了，明日渡河，你们可还有言语？谨遵太子教令。对了，老石，
你只说了什么国策檄文之类的，这份单独给俺的回复文书又是怎么回事？除了中间那一个印，半个鸟字都没有。印章还有些糊，赵家皇帝连好些的印泥都用不起了吗？这怎么还有些馊味儿？吃无个屁呀！大胆说，俺又不会吃了你。是不是那个姓赵的气急败坏，写不出文书，只能盖个章破口大骂啊？回禀四太子，赵宋官家说我大惊野蛮粗鄙，不配得到正式的回复文书，然后就赔了一口痰，加了个印，让臣带回，说这就是对大宋挑衅的态度。今夜你就留在帐里，哪儿也别去。是。官家，战事将近，为何休息得越来越晚了？丈夫，你也知道，我是头一回上战场，当真有些心虚，没什么把握。其实，官家以前上过战场，坠井前，邢在遭遇叛军，臣就在那一战中被官家看中，调任御前。不过叛军与金人差距极大，此战不止官家，就是臣，也是第一次直面金人。总之，我的意思是，其实我也是怕死，但眼下这时局断不能退。我所颁国策时，拜托你帮我在失败时了断，绝不是嘴上说说而已。若真的到了那一刻，政府，我能信任的就只有你了。巨爷，不要啊！我真的不是细作，我不会投诉。放过我们吧，我们真的诚心投降啊！少废话！既然赵宋官家发了旨意，少不得你们中会有人乱动心思。都是些没用的废物，却也不能任你们在大战之际乱跑。不要！我愿意低头，我愿意改变。救命！救命！这些金人胆子也太大了，居然敢用木桶扶乡，做这么简陋的浮桥，还将渡口设置在下蔡2里之外。张太尉，咱们完全可以趁机率军出城，迅速将这渡口捣毁，冲击一波。赵知州，这金人怕是专门选了这处地方，由我们出城。看似区区2、3里地，但咱们这全城2、3万人，送光了也未必过得去。那夜袭呢？或许可行，但应该来不及。这是何意？莫非这浮桥1日便能成？不需1日，恐怕大半日即可。日暮时分，更是能度过千百精锐甲士。金人的敢战，绝非寻常啊！1年前，金国2太子沃离布率军强渡黄河，我军以为可靠天险守备，结果沃离布居然率领一众金国权贵当先去甲，伏马淌河。金军气势如虹，我军将士大骇，纷纷不战而走。几10万大军一触即溃。而今日，城外的金国4太子兀术，当日也在沃里布麾下为将。如今，此人也必然不会失了神仙士卒的气魄，恐怕浮桥一成，他便会不惜性命，强令全军渡河。
金人打浮桥的速度好快，眼看就要到核心了。这时候夏才不应该率先出击吗？我方水战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王德至少应该派船去江面上射箭袭扰才对吧？官家，要不要派人下去催促王爷茶，让他速速发兵阻断浮桥？不必。官家，要不派人去下蔡，让张俊出兵？不用。官家，何妨移驾到山下阵前渡口，亲自擂鼓以壮士气？胡圣人糊涂了，若一开始倒还可以，现在龙道移动，不知情的将士还以为官家要逃了。既如此，为何之前军议的时候，诸将竟无一人请官家临淮督战呢？为何？因为朕今日在这龙道下坐着不动，便是2个泼天大功：一是激励军将士气，二就是替他们拴住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纸上谈兵之辈。今人无船渡河，弃马弃甲，张俊、王德都是军中宿将，你们不通军事，为何还要1个2个指手画脚？浮桥快成了，金军已经开始上桥了，给我上！给我我军水战开启，王德终于要出击了！龙首，上桥准备迎敌，全速航行，前锋船只准备点火，中军大船准备撞击核心浮桥，前方舢板火船即将接敌，发令旗，50步之内再点火。攻守准备，弩手交替，交叉放箭，别给他们点火的机会。这些宋军就是来送死的，这点人还想扛住咱们的射阵吗？嘿嘿，俺们这边安全接收一只舢板。那边有草都被电着了，放心，烧不起来。宋人前锋7只舢板都归俺们了。可恨！金人的弩箭威势太大了，前锋居然丝毫不起作用。不妨朝河中心直接撞过去。小心，宋人大船来了！向落水的鞑子放箭！别让他们上来，射死这群奸党！秦哥，咱们的船动不了了。什么？浮桥3木堵住了前路，浮桥下面有渔网缠住了轮桨，也无法后退啊！不好，金人要爬上来夺船！阵机已到，除了这些大船，还要什么浮桥？呼鲁浑、俄鲁多，随岸杀上去，承俺2兄那般不世之功！快放箭，别让鞑子上来，射死这些进口！大晋国东路军先锋上将完颜宗弼在此，速速跪下受死！杀！秦哥，不好了！靠北侧的飞岑号被金人夺了，金人占据高点，开始向咱们旁边的刘越号传射。刘越号上的老五死了，不成了！老五手下开始跳船溃逃了。金人已经夺了2艘船，马上要杀向咱们这里了。完了，居然被夺了大船！这明明金人不善水战的。金人连战连胜10几年，士气、装备、军威都在巅峰，敢战敢拼敢死。我军士气低迷，接战击溃，大部分军士根本不敢抵抗，见到敌军就跳船逃跑，真是彻底垮掉了呀！官家，并非臣等不愿抗敌，真的是咱们的军队指望不上啊！金人夺了船，马上就会登岸，官家还请退，还要退到何处？总得有人站出来扭转局面呀！这是一时半会儿能扭转的吗？还不是得从长计议？从长，都多少年了？计议出了什么？河上战局未定，尚有船只待命，你怎知我们就毫无胜算？你看看他们的样子，纵然人再多，见了金人就腿软，怎么可能赢？但凡有1人站出来抵抗，局面也不至于如此。老臣，
你们他娘的快放箭回击啊！秦哥，金人很快就要杀上来了，咱们快放小艇撤退吧。再等等，金人示弱了，他们的箭矢消耗完了，后续增援还没上来。老陈，你现在带着1队、2队守住船舷，给俺争取半炷香的时间。猴子，随俺下舱。是，这船守不住了，咱也不能便宜了金人。猴子，点火，放下小艇，让弟兄们从南面下船。秦哥，你这是？俺要去烧了那2艘大船，有种的随俺一起，不想死的就上小艇。秦哥，你在说什么糊涂话呀？何必为了官家那点赏赐拼上性命呢？你去逞能，留下俺们这些陇右的猎户，以后在军中岂不是要受尽欺负啊？是啊，七哥，就算金人用船渡河，那也是明日的事啊。咱们当兵吃粮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今日已尽了本分，没来由为此送了性命啊！奶奶的，一群混账东西！你们懂个屁呀！胡子，都别拦他，让他去送死，不识好歹的疯子！七哥，俺和你一起去，俺跟你吃顿。那就随俺一起烧船！四太子，宋人把最南边那个大船烧了。哼，想不到宋军中还有如此能决断之人。传令下去，不必管那艘起火的船，全力追杀溃逃的宋军，准备清理阻塞，防止火势蔓延，把剩下的大小船只驶回北岸。烟雾越来越浓了。救命！长枪上跑上了火药！别火！别着了！别火！控枪的人在哪里？坏了，火势控制不住了！跳船，快跳船啊！下去剁了你！金人太多了，你们上船，盾牌给我，你来有奖。我们绕到北面那船去。别让他们跑了！居然以1人之力杀了过来，咱们的人不善水战，看这样子难不住他。宋人之中果然也是多有豪杰，幸好这样的人不在他们的达官显贵之中。今日不可无功而返，必须保住一份战力。传令，放箭！集中传射，不分敌我，务必拦下那厮！放下！七哥，退了吧！金人的箭矢，咱们可以了。放屁！事到如今，烧船杀敌，我说官家，佛祖也对得起。都是废物，看俺的！俺统悉正气，在这淮水之上，为大宋守土拒敌，坚决不退！放箭！不退！七哥，掉头回去，回去救七哥！可是个屁！就是死，也不能让七哥落在刀子手里。真是个难缠的好汉，去，割了他的首级，也算俺此行难得的战利品。四太子，阿里将军在岸上打旗语，通报有敌情，万分危险。危险？怎么可能？烟雾后面的是。好！
偷韩武，耍什么威风？见现成的罢了。居然是风方海船舰队！旗帜，莫不是韩世忠？太好了，如此雄壮的舰队，封锁河面，今日无论如何也没本事过河了。苍天有眼啊！幸好赶上了。夫人，还好您安然无恙。可恨！宋人从哪儿弄来这么多大海船？你们这些诡计多端的宋人，可恨啊！四太子饶命！战场起伏，小胜小败都是常事罢了。为了份文书就鞭打下人撒气，少夫吃亏就一惊一乍。哼，这点气度，还不如端坐在对岸的那个小官家。整顿人马，回营。早在韩世忠从河北转到京东两路平叛之时，为了预防金人从海路入侵，彼时中书就命他一边平叛，一边收拢各地海船。朕与他商讨在此拒敌之时，他的舰队就屯在淮口涟水郡。若非有此依仗，朕也不敢单靠天险守御。淮口至此近1000余里水路，能否及时赶到，乃是胜负关键。所以朕才严令不得泄露丝毫军情，并非信不过诸军。官家，军情已缓，京东两路退下来的要员已经恭候多时，是否不急？让他们继续候着。此刻当务之急是要去探望今日之战的功臣。猴子，七哥怎么样了？官家，是官家来了。听说是专程来探望七哥的。七哥值了呀！你们都别进来，朕单独与他说说话。官家果然来了，就知道官家会来的，俺也猜到，官家肯定会被俺的样子害到。俺今日为官家长了脸，俺这个损人得要个大官做，能风起云紫的那种。这是自然。张青去后，若将来寻到你留在延安府的家人，长辈和妻子封诰命，儿子也一定给个大大的阴官。非止如此，将来真有一日太平了，朕封你张永贞做个淮河的河神，给你起庙，受天下人的香火。俺这种人，如何能做神仙？只是还有今日战死的兄弟。你放心，将来定和你一起成仙。今日赶战之事，朕绝不会亏待。哎呦，俺浑家要是改嫁了，俺心眼小，官家我知道，徐伯给他诰命。还是给他吧，他也难。若是延安府找不到他们，指不定是回了陇西老家。我都记下了，你妻子无论是否改嫁，都封诰命。延安府若寻不到你的家人，可去你老家再找。你放心，我都印下。只要能打回去，一定替你找到家人。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不仅是你，今日战死的将士，我都会尽全力给你们一个结果。官家，
你对俺们如此痛快。有句话若是不说，俺是对不住你呀。你离的金线，我让外头人听。俺知道，官家是收买人心。俺一开始就知道，俺今天在河上发了疯，根本就不是为了官家你，不是杀忠心，也不是为了杀上次恩典，俺就是想回家。想回家，想疯了。对不住。听闻官家先去探视那些丘巴了，好像还大哭了一场呢。看来官家是成熟了，这种收买人心的手段真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。听闻此番死掉的是那个叫什么勇什么真，只是个准备将而已，追赠规格也高不到哪儿去，最多就是一个五品的协中大夫罢了。这种军混子能得天子哭丧，死的也算值了，说不得以后还被编排成戏文呢。谁说不是呢？赵大人，不妨将这件事说与尊夫人知晓，兴许能催生一首好词，也未可知啊。喂，小子，这些饭食酒水可是给我们准备的？诸位大人请见谅，这些酒食是官家特意吩咐送给韩将军的。韩将军整备舰队上岸后，官家说要先行慰问犒劳死伤将士，命他在官家帐内候着。什么？让韩世忠在帐内好吃好喝，让咱们在外面吹风受冻？重武轻文呐，这是官家做戏给那些丘巴看，也太过了吧！韩世忠那厮也忒不会做人，是有机会必要参他一番。对，参他。官家到，参见官家。诸位，今日为了犒慰军士，将你们晾在帐外大半日，你们可会怪朕？臣等丧徒败师之人，岂敢心存愿望？官家今日之胜，乃是史无前例，以兵家为重，自然是合理。只是臣的知道便好。今时不同往日，陈规陋习早已随二圣北受了，一切事宜都以抗金为重。今日只是小胜，金人依然虎视眈眈，灭宋之心昭然若揭，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。刘钦，日前有广南志士北上秦王，但因为奸相黄潜善乱政，将他们视为反贼，困在江南。念你曾经也算和金人有过交战，并非完全失了骨气。朕打算委任你为江南西路制置使，去彼处收纳部队，平定治安，再引军北上支援，可能做到？臣绝不负官家今日恩恕。朕居然还升了半级。官家，臣赵明诚，同起戴罪立功。赵钦，自古艰难为一死，二生不能死节，凭什么要求你们呢？便是朕，也不过从南京一路弃地逃到淮上。纵然你是一兵一卒未发就弃城而逃，朕又怎么能够给你定罪？又何来戴罪立功之说？可是，
国家沦丧之时，文臣中犹然有李若水、张叔夜等人敢去死节，武将中有张永贞这种人敢独自向北而战。所以讲，苟且偷生这种事固然可以容忍，但不能够一直容忍。而且你我君臣，是非多错，总该心知肚明吧？总该知道何为羞耻吧？臣等有罪，罪该万死。罢了，散去之前赠你们一首，据说是易安居士嘲讽你我的名篇，望牢记在心，既作鞭挞，也当鼓励。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国策第一，号召天下各处秦王抗战。国策第二，任何人不得与金人合议。国策第三。行了，这些陈词滥调没什么好听的，念点实际的。据最新的消息，官家成功在淮水之上阻截了完颜宗弼，听说是倚仗韩世忠搜罗的海船，封锁了河面，金人进退维谷。金人虽然早有分兵，派遣了2个猛岸从上下游绕行，试图前后包抄八公山行在，但这2支部队由于孤军深入且道路不熟，耽误了许多时日才成功渡河。下游一支正好撞上了韩世忠驰援的海船舰队，被包围全歼。韩世忠是沙场老将，因此料到金人必然也绕行上游，因此他放火烧山，引诱上游的金人出发，成功覆灭敌军。完颜宗弼不敢攻下蔡，也无法渡河。据说呀，气急败坏，每日鞭打下人泄愤。父亲，这您怎么看？怎么看？我在听他吹牛放屁。父亲，您贵为东京留守，何苦要去操劳那挑土担石的粗事？北上为官这么多年，我其实一直不适应中原的饮食。唯有开封这条街上一家小店的羊肉汤饼，能让我暂忘乡愁。一日劳作之后，来一碗热气腾腾、浓香扑鼻的羊肉汤饼，那滋味何其美哉呀！可如今，即使我做个所谓堂堂东京留守，再欲一尝这民间美食，也成了妄想。那店家不是死掉，就是逃难去了。此生怕再也回不来了。岂止那店家一户如此，靖康中虽然金人一直未有屠城，却把工匠、财货、军械、粮国掏尽了。而我军几十万溃兵更沦为盗匪，将自家都城洗劫一空。当年100多万的人口，如今只得不足20万的孱弱老幼。你看，这都快到掌灯的时候，却看不见几缕炊烟。曾经鼎盛繁华、风横裕大的东京城，现在已然是一座鬼城啊！所以说，我这样的有什么好娇贵的？我不通兵事，往日为官名声又不好，不出去转转，亲自做点事，谁能信我这个留守会死在东京呢？只是一想到羊肉汤饼，
我就上火。这次来劝降的金使，就直接杀掉吧。什么？可是，父亲，那是使节啊，而且城外还有随行护卫部队。哼，拒土抗金，官家说的嘛。我已经命马子忠去提金使的人头，说什么也晚了。至于那什么捞神子的护卫部队，区区100人而已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今日在外巡视的可是那小子。大哥，大哥！别过去，别过去！他们是故意设骗引咱们过去的。别看了，刘大哥没救了。早说不该冒险出来春耕。谁先把他射死，就输50两，射空的输100两。住！看到没？俺这次定住了那厮的左脚，俺给你们开开眼，把他的右耳给……副导，小心，在后面！这娘贼，是送逼，一人也敢来送死！周围或许还有埋伏，放响箭，把弟兄们都召集过来。这次很难得，别射死，留他半条命慢慢玩。当心，这杀才不简单！宋军怎会生得如此生猛？其他兄弟们来了，围杀了这鸟厮！不对，那不是咱们的旗帜。被围了！可恨！大意了，居然有埋伏！大哥，大郎，你怎么样啊？放心，他的伤势不致命，军医很快会来为他包扎。谢国将军，俺长大了也要学将军一样打鞑子。兄长，你总是如此冲锋，也太不把自己的安全当回事了吧？宋狗，爷爷今日栽了，但你们休要得意。待俺们女真大军前来，你们都得被剁碎了喂狗。哼，或许吧，不过那又如何？中原如此广博，你们女真真能散出去多少？即使我们弱比蝼蚁，只要能不断咬噬，也可将战果不断扩大，早晚会直捣黄龙府。拜见宗相公。下官已将金使拿下，随行一众叛国降人，皆以正法。很好，子冲，也让平素那些对你有非议的人好好看看，卖国求荣者会有什么下场。你此番南下觐见官家，我正好也要派人秦王面圣，你可随他军中一起前往。他年纪尚轻，性格有些执拗，可能不好相处，但说起抗金，可谓是悍不畏死，斩获战绩更是留守司第一。嘿嘿，说曹操，曹操便到。来，你们认识一下，岳飞，岳鹏举。拜见相公，末将今日巡城，擅自围杀了100余起金使护卫，特来请罪。行了行了，你小子在我这儿装什么装？那些金狗在这里岂能做什么好事？杀了最是干净，我还能怪你不成？有要事告知于你，先去后方换洗包扎一番吧。我命人给你备热水更衣。行了行了，没你们什么事了。接下来我和他有话单独说。子冲莫要见怪，此人当真是难得的将才。今年不过25岁，家父对他是处处呵护，连我这亲生儿子都要嫉妒了。想不到此人相貌平平无奇，周身的杀气却甚是浓烈。
岳鹏举，你可知罪？年前腊月你出征前，我是如何说的？非不敢忘，当时末将引500骑为踏白石，往泗水关侦察完颜宗翰大队。宗相公原话：汝罪当死，无事不问。今当为我立功，往事敌视，故得轻斗。是这话。那你是怎么做的呢？末将违背了相公的军令，临阵相斗敌军，大队而返。是啊，你这算是违背了我的节制和军令吧？恩相，末将。其实按军规，当日你擅自脱离王彦部，前来东京之时，便该死了。留守司上上下下，人人都说该杀你，我还是赦免了你。腊月那次也是，你公然违背军令，我非但没有责罚，反而大力奖赏，提拔你做了统领。你知道为了什么？因为末将能抗金。不错，万事以抗金为先。你与王彦的分歧在于抗金方法的争议，违抗我的节制也情有可原。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吗？你说对不对？不对。如今的留守司，万事系于相公一身，皆以情势或宽纵或严制。相公真欲收复河北，平定中原，便当恪守军律，严格军纪，否则绝难练出可以对抗金人的真正强军。彭举呀，你这个性子，随便换个相公，早不知斩你几十回了。也罢，就当你觉得我肚中能撑船吧，所以才知无不言吧。只是你所说的练兵之法，不是我这个留守能做到的，那应该是你的抱负才对。统御三军，执掌数十万兵马，放眼与天下局势的帅才。感谢恩相栽培，非惭愧。末将已改了当年的执拗性子，只是格外清楚恩相心意，才放肆说。无妨，既然咱们都了解对方志气，互为同志，就不要扯这些了。今日找你来有3件事，请相公君旨。第一，你这段时间战功卓著，我打算擢升你为统治。这是文书，纪清部还给你加上你在华州救出张会残部1000人，他们都服气你。明日我再给你凑几百套甲胄弓矢什么的，弄个3000人的样子出来。第二件事，收州那边来的檄文和战报，你怎么看？野韩将军的海船舰队封锁江面，确实能阻截金人，但想必完颜宗弼的军队也只是不得推进，没有伤到根本。可无论如何，总是好事。欲复河北，非一朝一夕能成，需大军数十万迎敌主力而胜，方能成事。而欲成精兵数十万，非官家出面定下决心与方略，再据东南、荆襄、巴蜀、关中，乃至两淮、中原之权力，否则断无可能。你胸中果然有沟壑，这是好事。可惜我在河北就看得清楚，这位赵官家内里之不堪，不比他父兄少半分。只是此人极善伪装，逢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看着体面，其实懦弱不堪，见风使舵，随波逐流。这些檄文战报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鬼知道实情如何。
看上他们父子3个官家，真是国家之大不幸。扯远了，不说这些。总之，此番还得要你前去秦王救驾，官家到底是要圆回一番的。末将领命。恩相，那第3件事？对，差点忘了。来，庞举，上榻来，给你看个宝贝。这可是个好宝贝。庞举，你且来看，此乃太宗皇帝留下的平戎万全大阵图，这是我在宫中找到的，今日专门与你，如何？要不要带回去慢慢看，回来再与我交几篇心得文书啊？这太宗皇帝的阵图当然是极好的，只是我一个小小统治，领3000甲胄不全的兵，恐怕是用不到。你只说此物没用，而我宗汝森不知兵，闹了笑话便是。仔细想想也是，若这阵法有用，咱们何至于落到这种地步？我是太急于让你早成大器，却不想是论道于盲，病急乱投医了。恩相且放心，用兵之道，末将自有成算度量。什么度量？战而后战，兵法之长，运用之妙存于一心，兵家之要在于出奇，不可测试，方能取胜。我听不懂。意思就是，不必解释了。说到底，用兵方面你是行家，心中有计较便可。先去一起吃饭吧。不敢叨扰恩相。唾骂！明日便是元宵节，却要你远征，一顿饭算什么？你此行若是能尽忠报国，多多杀敌抗金，你下辈子的饭老夫也包了。今日该你有口福，老夫正好馋了，搜罗到了少许羊肉，我亲自下厨给你做羊肉汤饼。恩相，您忘了上个月您亲自下厨把伙房给烧了的事吗？此一时彼一时，老夫的厨艺那是一日千里的长进。庞举啊，你用兵比我在行，说的也更有远见。子冲啊，我也知道你一心为国，受了不少委屈，但你们更需知道，很多事不是道理讲得通就能做下去的。有人知道如何做国家才会更好，可偏偏做不了主。有人自以为做了利于国家的事，却适得其反。更多的人则完全不在乎国家的兴亡，只关心自己的得失。我和李纲这种不同军事的相公，虽然诸多问题颇多错漏，但好歹能顶在前面，让你们这些年轻一辈的武人可以充分成长发挥。换作是黄潜善那类全歼上尉，你们岂能再有为国报效的机会？非我顽固不认错，眼下的情势，能守住这防线，让你们有空间成长为国家的栋梁，便是我最大的功劳。可抗金之事，非一朝一夕。你们作为武人，有我们的资历吗？有进士的身份吗？有这个年纪和拥立之功吗？
所以啊，当我们不在了，你们若想成事，不仅要收起性子相忍为国，更一定要懂得自保和结识内外援护，要保重，再保重。我真是太自以为是了。自靖康来，所有人，包括官家，都在单逃，只有宗相一人在坚守东京，鞠躬尽瘁，收拢溃兵，团结义民，硬生生地撑住了局面。这岂是单靠用兵之道能做到的？不通兵法又如何？不善战又如何？凭什么非得做诸葛武侯？这样一位七旬老人，在废都上能做到这一步，足以称作天下第一帅臣了。凭什么要求他做个完美的玉柱？就算只是一根瘦削的铁柱，也是擎天之柱。拜见太尉。听闻你是营中刺青手艺最好的，俺明日出征，可能一夜妥帖。太尉放心，俺单手独龙背岩的手艺可不是吹来的，甭管什么图案、什么地方，一夜保管妥帖。那便好，须将4个字与俺深刻在背上。文龙画虎才是威风，鬼神菩萨更是霸气，单是文字怕镇不住看客呀，也配不上太尉的鹦鹉啊！我又不是给他人看的，只是为了让自己记住。是，敢问太尉要文何字啊？尽忠报国。什么？岳飞、岳鹏举？宗相遣信使先行通报，却说是令其麾下统领岳飞前来请王，但此岳飞是否乃官家所言的岳鹏举，信中并未提及。官家，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听闻官家经常询问啊。没有，朕只是从几名普通军士那里听说过此人，顺便问问。岳鹏举，似乎没听说过有姓岳的大将啊。岳家，莫不是江南那边新崛起的暴发户？淡定啊，这么激动可是没有皇帝范儿了。那么岳飞现如今到了哪里？还有多久会到寿州？回官家，那岳飞领了3000人，顺着汴河一路向东南而行，但到达南京时，突然收到军令，转向朝北面偏东的广济军而去。哦，可是东京有变，宗相紧急发令，并非是东京的军令，此事颇为曲折。当日那完颜屋主率军直扑行在而来，却也没忘了夺取大名府的任务，于是派遣手下大将韩常引2万大军前往。而金国3太子完颜鄂里朵更是为了自己的弟弟，亲自引军至河北以作接应。那大名府留守杜充却是直接弃城而逃，城池即日沦陷，整个河北再无正面战场。但我军却有一支部队，收拢溃兵后，从韩常、鄂里朵大军的空隙中闪转腾挪，巧妙地撤到了广济军地界。而此军的将领，正是西军中资历最老、官位最高、名气最大的一位，更是当初在河北有用力之功的北道都总督杨维忠。正是此人在广济军定陶城发布了紧急军令，征召附近部队前去集结。官家可还记得此人吧？杨太尉嘛，朕自然是记得，怎会忘记？若是他的军令，那就不奇怪了。只是他为何要发此军令？
想要做何动作？这最新的探报还未到，可能还需几日才能得知。或许杨太尉是被官家檄文和胜利感召，要集结大军渡河北上反击。说不定是要去打青州，灭了完颜达赖。哼，笑话！完颜达赖数万精兵，能随便打得赢河北，还会沦陷吗？那是不是他有什么趁乱不臣之心？那可是杨怀忠，说什么蠢话呢？官家，臣大概知道杨太尉的谋划。良臣就知道你有高见，站那么远做甚？近前来说话。杨太尉此番谋略可谓正中要害，乃是线下破局的重点。为防消息走漏，延误军情，想必定会在事成之后才通报行在。杨太尉在广济军屯兵，没有急于南下秦王，必然是在谋划一场就近的攻坚战。而在广济军附近，最有战略价值的要地，当属连接河南、河北，保障金人后勤路线的冀州。完颜达赖和完颜鄂里朵，如今的重心都在巩固河北地界上。冀州只有5000精兵，前后左右俱是孤悬。完颜宗弼的3万兵马虽然是孤军冒进，且被阻隔在淮水前，但无论任何一支，我军都无法能胜之。贸然前去救驾，反而会让金人以逸待劳，逐次击溃。眼下这局势，其实大家都清楚，宋人不比金人差多少。以在下来说，带着自家兄弟100人，对阵哪怕金人第一猛将完颜娄氏的100人队，俺也不怵。但到了1000人规模战，到了1000人规模，我军就很吃力了。非得俺们几个最能打的太尉，拿出各自的核心战力去拼，才勉强有几分胜算。至于到万人级别的战役，面对辽、西、西夏，以及我军诸敌，金人从无败绩。金人满万不可敌，并非虚言。的确，即使各路援军前来凑出10几万，也围不住完颜兀术，或许还不如现在的局势稳固。那么击破冀州确实可行吗？金人久无败绩，且擅长野战，绝不会据城坚守。而冀州周边多是丘陵水泽，正好克制骑兵。只要能顺利将金人拖入不利环境，或许能有胜算。只是杨太尉到了，诸位统领，请入大帐军议。只是杨老太尉年事已高，又刚从河北惨烈战场上退下，能召集各路豪杰聚集，已属不易，万不可能再亲自披挂上阵。所以此番领军将领才是个中关键。但想来这各路人马当中，鱼龙混杂，心思各异，能统领他们作战，不仅需要卓绝的军事才能，更要有无与伦比的威势，领袖群雄。诸位统领，你们其中10个有9个都不是官绅，俺就不绕弯子了。今日召集大伙前来，是为了打冀州的金人。只是你们义军各路人马繁杂，俺也不晓得各位的本事，需你们自己选出一位主事做俺的副将，打赢了，俺就保他在官家那里得个正经的统治。什么统治？那非俺坐地虎王大郎莫属，俺手下有250条好汉。你算什么玩意儿？老子窜天龙刘小蛇，寨中足有301位裸汉，裤子都不全的行货们，就别出来和洒家争了。好了，你们吵了大半天，现在有结果了吗？太尉，看来如今敢争的只剩俺们2人了。还请太尉决断。哼，满身臭鱼烂虾味的阿杂货，也好意思和俺争？趁早滚回水洼里抠泥巴吧！你这鸟厮，疯狗一样四处乱窜作恶，坏事干了嫩多，以后生孩子没定眼，做了统领也是浪费。坏傻贼，也配如俺？盘头萝卜秧子，有种手下见真章！够了！叫你们来是为了打金人，
不是为了窝里斗的。来人，把各位头领的兵器先收了。只收俺们义军的算什么意思？要收就所有人一起收。也罢，各位将领，也请一并交上来。岳同志，请。慢着，我乃大宋东京留守司统治，正街舞公郎，断无和蛇鼠盗匪一同上缴兵器的道理。什么意思？你说谁是蛇鼠？瞧不起安历城吗？哼，我不是针对谁，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阴阳怪气，找死！李成，你在我大宋军营内挥刀砍我正经的统治将领，算怎么回事？哼，是俺唐突了，不过俺也算看出来了，你们压根儿瞧不起俺。既然如此，俺自去罢了。杨太尉，你若想杀俺，尽管从背后下刀，只要以后事情传开，看还有谁敢与你一同抗金。咱们走。岳同志，你故意激他发作，是何意图啊？那李成本就是存心不良，他本是作匪，为何弃了老巢，跑到东京西路来抗金？我看他只是想趁乱取利，意图割据。末将前来途中，就抓到了他们联络金人与叛贼的细作。此等唯利是图之辈，岂会真心抗金？而水泊梁山一半都在冀州，金军在彼处作威作福，践踏百姓。张头领身为梁山之主，手下都是当地穷苦渔民，所以末将相信张头领的抗金决心。太尉选他做副手统治，应当合适。这小哥，你的武艺和眼光没得说，俺认下你这个兄弟了。来来来，杨老太尉，俺这统治也不白当，俺手下万把子人，你们就说怎么打吧。大哥，那个姓岳的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居然能和你不相上下？这么多年，就没见有人能在你手底下挨过3刀的。放你娘的屁！大哥那是让着他，真杀了人，俺们还能全虚全倚的出来？哼，那小子确实是个好手，不过还嫩了点儿，以后再遇见他，定不饶他。大哥，那咱们还去打金人不？打个屁！别人家的天下，咱们何苦拼命？以后谁给的钱多，咱们跟谁混。这梁山周边的水貌地势，俺不用看图，闭着眼也能知道。克制骑兵的地界，俺能找出几10处，咱们少说能凑出2万人设伏，粮草兵器不缺，前后准备5天就能办妥。但这最大的问题就是，金人也不是傻子，怎会平白进来送死？所以这关窍是如何诱敌，谁个敢去？那可是5000骑兵，去了就是送死啊！放心，只要张统治能成功设伏，诱敌之策交给俺，俺在此立下军令状，5日破敌，否则提头来见。将军，这算什么事儿呢？不能去猎杀周边的农户取乐也就罢了，前天居然连一支巡城的队伍都被伏击，为首的百户长更是被斩杀。当晚受军法牵连被拔队斩的就有22个。现在城外满是游击的散送碎军，动不动就偷袭俺们。俺们堂堂大金5000勇士骑兵，完全足以横扫中原。安彦将军凭什么非要禁止俺们出城迎敌啊？凭什么？当然凭他姓完颜，他是万户，他的命令就是军法。你们谁敢违抗？不过可别小瞧了他，虽然年纪不大，好歹人家也是自幼从军，灭辽败宋的战争资历，倒是一点不少。说实话，以他的能力，若是皇族，现在与淮河领军的就是他，而非4太子了。可惜呀，
不过谁让他还沉迷宋人那些书啊、史啊、兵法什么的？东西府的老将军们最反感这些了，他以后怕是没什么机会了。将军，城外有宋军前来挑衅。来了多少人？7个人。走，上城楼看看。完颜将军不让俺们大军迎击，没说不让军官单独出去决斗。你们谁敢下去挑了这鸟厮，俺绝对保举他。将军瞧好了，这功劳俺邪路领了。击鼓，去给俺拿椅子还有酒肉来，俺要好好看看这些赶来送死的。人呢？不是刚才纵马出城？死了？什么？石才将军回头时，邪路百户长正好冲出城门，与对方相隔100步，就弯弓搭箭，准备远射取胜。没想到对方的箭却先一步正中他面门，尸体恰好未落马，杀马师徒自己回城了。巧合罢了。下一个谁去？俺汉卢夺上。好，俺亲自为你擂鼓。卢多百户长也被射杀在城下，又是正中面门。有种和俺比枪术。金狗还有何人应战？给俺再去通报完颜将军，一定要准俺带兵出城，灭了这些宋人。不准！早就和你们说过，宋人若在整体调动无序，贪腐窃占成风，但其中并不缺乏武艺高超的善战之士，如那韩世忠、王德之流，也并不比我大金勇士差半分。咱们的任务是守住此地这个南北补给的要冲，没必要为杨卫忠东拼西凑出来的杂牌军费心。将军，不好了，俺家千户长！竟敢又来！我已经说过了，大大不也不听俺军令，折损了这许多百户长。若是按照拔队斩的规矩，他这个千户长也不用干了。不是的，适才千户长命30轻甲骑兵出城，想要围剿宋军。我想那些宋人个个弓马娴熟，一番争斗下来，他们毫发无损，俺们这边都折损了10几骑。这个混蛋！千户长恼怒不已，亲自披甲带队出城，谁料想对方7人悍不畏死，拼出2骑的性命，硬是让那最厉害的宋国统治找到机会冲到近前，把俺家千户长给擒过去了。什么？将军，宋人竟敢如此折辱俺们千户长，这按照军法，咱们不但得自损近1000人，副元帅和4太子怪罪下来，又该如何交代？这些宋人纵然有埋伏，那些山林中至多藏个1000余人，俺们5000骑兵进出，他们有再多伏兵又如何？将军，这不能再忍了呀！行了，不必多言。无论如何，一个千户长被俘，俺是必然会出兵的。你们莫要再多聒噪，只是伏兵必然不只是前方山林里的那些，此队人马八成是杨一中派来诱敌的先锋，想要引着咱们进入他们的设伏之地。再多伏兵也不怕，来多少俺们都能给他碾平了。俺自然也不担心这个，但此处多是湖泊水泽，宋人多半是想利用水战逆转劣势，万一和4太子那般为淮水所困，岂不白白被人笑话？那咱们不进水不就得了？宋人肯定会藏在芦苇当中，不靠近水，再去杀他们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如此束手束脚，
怎么打？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宋人放肆猖狂吗？将军，在下倒有个想法，或许可行。如今春日刚起，芦苇刚刚抽绿，冬日的枯枝败叶尚未沉入烂泥，最适合火攻。咱们带足火种追过去时，只要他们躲入芦苇荡，就纵火烧杀，必然万全。好，各位苏系准备，即刻出城歼敌！杀！目标达成，向树林撤退，与接应部队会合。是娘贼，大踏不也这厮，该由俺执行军法。人军加速追击，有意去包抄东北坡树林，他们必然在那设有伏兵。传下2回立刻后撤，敌方前锋800骑不可恋战，禁军左翼围上来了，掩护统治。我军损伤如何？金人主力实在凶猛，稍微被抓住一点就会折损，如今已经死了至少70-80骑。跟着前方的标识，那里就是伏击地点。同志，那张荣果真靠得住吗？为何不事先告知咱们地点？义军中鱼龙混杂，奸细颇多，他谨慎行事也有道理。他若有一心，便不会如此大费周章，早去投了金人，岂不更省事？到了，想不到这水泽之中还有如此大的一片硬地滩涂，看来这里就是张荣说的缩头滩。看来这里就是宋人选择的决战之地了。这里2个圆形沙石硬滩，一大一小连着，莫不是叫做葫芦滩？看样子，宋军在此布置了足有5000援军。此地可有什么玄机？将军宽心，此地前后尽是水泽，一览无余。宋军怕是没有什么花样好耍，想必他们也是清楚，所以固守在此，以求鏖战至天黑，期待我军自行撤退。不错，虽然不怕他们在我援军从后方偷袭，但真入了夜，在水泽中也是行军不便。传令，4个猛安，给俺轮流强攻，留义军严守后方，定要在天黑之前攻破敌阵。刀盾兵列阵，长枪手跟从，攻守准备，2翼骑兵待命。杀！1200步，放箭！杀！1200步，放箭！长蛇阵型，回避箭矢，攻守放箭，右前60步，左翼骑兵回阵，继续造阵，分兵牵制宋军2翼骑兵，收阵，刀盾兵围上。这怎么可能？纪律严明，阵型整齐，前仆后继，这还是宋军吗？咱们4个完整猛安轮番上前硬汉，前后大半个时辰，他们居然寸步不退，说不得他们真能熬到天黑，逼咱们退军。哼，刘兄，你只判断对了一半。哦，请将军指教。那姓岳的同志不但武艺超绝，战阵指挥也是一流。全靠他，宋军才会有如此凝聚力和战力。不过很可惜，我已经看到了他最大的弱点，再攻一轮，必然让他技穷。休整一刻，补水换马，金军暂缓攻势，我军撤换伤员，检查武备。将军当真看破了宋军的虚实，还请不吝赐教。其实很简单。这宋军各阵看似牢固，其实中间力量并不多。想必那岳统治亲兵只得1300-1500而已，剩下的必是临时拼凑的杂牌军，有好几次不正常的阵型溃散，想必都是由此造成。那岳统治必然是自家亲兵分散各阵，才勉强带动普通杂兵如此拼命。所以，接下来俺们只要集中力量，主攻一点。杂兵必然难以坚守，只要出现分毫的动摇，宋军阵型必破。这就是那岳统治的死穴。高，实在是高。完颜将军不愧是百战名将，登山小鲁目光如炬，难怪他们都盛传将军未来必然要做宰执之位。哎，刘兄谬赞，俺也不过是战场上待的久而已。不过可惜了那岳姓同志，以此人的能力放在宋军处真是浪费。将军莫不是起了惜才之心？
想要招降那人？若他真能为我所用，少不得给个猛安的位子，打个几仗，省个万户也不在话下。将军宽心，我这就去劝降。他必然感念将军的胸襟。岳将军，我家完颜将军已经看破你们的弱点了，真正能战的不过你部1000多人。接下来我军将会集中进攻，你们必然再难支撑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但我家将军乃是未来的宰执人杰，心胸宽广，爱惜人才，只要你愿降，不但既往不咎，还能保你个万户之位。若还想指望梁山坡里那些水匪，可就未免太天真可笑了。他们平时就与官军为敌，怎会真心助你？就算有意合作，但我金国铁骑在此，他们怕不是早已吓破了胆，不会再来。你若不识抬举，非要以卵击石，只会全军覆没。来，你榆木脑袋，须知良禽。夜夜生在那梁山泊呀，兵行从来要杀生啊，斩断火并无遗憾呐，劈山东军哎，鸟浪关呐，嘿嘿，鸟浪关呐，嘿嘿。英雄不会读诗书啊，只在水泊弄烧刀啊。虽然生得破皮身呐，原来杀贼不杀人呐。他们带着破船离这老远乱飞，岳统治啊，你这是打算让这些水匪扮丑唱戏来笑死我们吗？看来你是瞧不起穷苦人，这次应该会让你长长记性。你仔细看看他们是从哪里过来的。啊？等等，他们的船是从我军后面过来的，可那里不应该都是硬实地面吗？啊！地面上有水，地面何时积水了？难道？怎么回事？你是了吗？稳住战马！夜夜乐在夜江湖啊，不怕朝廷不怕官呐，水泊撒下落天王呐，乌龟我的天，这水涨得好快，已经没过小腿了，他们的船也越来越多了，这得有上万人了。夜夜生在天地间呐，不求富贵不争爵呀，梁山泊里过一时啊，好吃好喝。财神仙呐，一召金人来济州啊，杀我兄弟毁我天呐！快撤！快撤！不好，退路完全被水淹了，无处可走了。今日又来水泽中，如何能防？他升天呐！头领，可想清楚了，毁了这坝，咱水泊大寨可就没了。多少人的家都没了，还一个大寨又算什么？走！信号来了，哥，俺们真的要能打打了，什么都是。哥，出！妙啊！好一招水淹金军，利用潮汐水势，外加绝地掩护，让缩头滩成了金人的断头滩。继续念，其后战果如何？张荣率领梁山义军驾船冲撞围困金人，金人于泥泞水流中大失战力，金人弃马脱甲，四散溃逃，更被岳统治率军合围，死伤惨重。因这金人原本有意放火，随身携带大量火油火种，战乱中纷纷碎散爆燃，整个滩涂水火交困，遍布血肉焦骨，十分惨烈。怎会如此？我堂堂大金铁骑，无往不利，战无不胜。
不应该啊！我还年轻。将军，快脱甲逃命吧！混在乱军中，说不得还是……我出身完颜部，我读的书多，我这能熬到40-50岁，老一位伯吉列都不在了，大计要更换在职，必然轮到我掌大权，如何今日？呸！废物！我才不要陪着你死！今人5000骑兵全灭，万户完颜赛里自尽，仅有少数兵卒出逃，但可惜没有抓获刘裕之子刘林。一日清早，岳统志与张荣直取济州城，高举完颜赛里首旗，夺取城墙。守城金人丧胆奔逃，我军长驱直入，至此5日破敌，1刻破城。恭喜官家，贺喜官家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之外，慧眼如炬，添得将帅之才。什么运筹帷幄，完全是岳飞自己的功劳吧？得了好几层的下属搞得这么好，让你这个领导怎么做？什么？济州城破，5000骑兵尽没？完颜赛里这个废物，蠢货，居然把如此关键的后勤粮道给断了，偏偏还赞恩攻城的这个节骨眼。传令下去，加快修造炮车，还要3日后。是宋人的炮，他们居然早已备好！完了，我军的炮车！启禀官家，金兀术那厮被张太尉出其不意砸了炮车阵地，气急败坏，据说又在帐内鞭打下属出气了。金军粮道被断，又无法突破淮水的封锁，现在更对下蔡束手无策。这一战，我大宋终于是要胜了吗？诸位切莫过于乐观，此战的凶险还未真正褪去。完颜宗弼并非是到了绝路。梁山一战虽然切断了金人东京西京的联系，但完颜宗弼的根基是在青州。根据韩世忠的情报，完颜宗弼的出兵路线是由沂水南下。虽然冀州被破，但沂水依然牢牢掌握在金人手中，所以他们是没有缺粮之忧的。况且他们一路缴获颇丰，即使真的后勤不济，沿途更有大小城镇可堪掠夺。只要愿意，完颜宗弼完全可以一直僵持下去。这按韩世忠的意思，梁山大捷岂不是没什么价值？歼灭5000金人岂会没有价值？只是没有到决定完颜宗弼生死的程度。官家，梁山大捷意义非凡，此次战果前所未有。既然此刻金军暂无威胁，不如先行封赏功臣。杨维忠、韩世忠、张俊3将立下书勋，臣请复韩世忠承宣使之位，另请暂以5人为制置使，以张俊立淮西，韩世忠立淮东，杨维忠为南京留守。南京留守，5人正式出任帅臣。这汪伯彦当真是老奸巨猾，他早就看出官家倚重提拔武将的心思，就是这马屁拍得也太赤裸裸了。不过这招真是一石多鸟，堂而皇之地讨好了所有武将，而且官家一旦领命，他的盟友王渊也少不得捞到大量好处。臣也以为可行。韩张2将功绩自不必说，杨太尉乃梁山一战主帅，且资历出众，为南京留守理所应当。这与李治也太……官家犹豫了，这说明官家并不是想单纯的倚重武将，他的心中还有更合适的南京留守人选。此人不能是武将，那样过于激进，作为文臣，资历也不能高于东京留守的宗泽，性格上亦不能如李纲那般刚烈，必须是善于辅助配合的类型。如此看来，只有那张肃、张龙图是最佳人选。此人熟悉河北，性格温和正直，知人善任，
宗泽提拔的岳飞似乎更早便是由他上身发掘，只此一点，想必宗泽就不会对他反感排斥。对，关家必然属于此人，我这就提出来。臣，关家，臣以为不必。杨太尉老成持重，正该回归御前，总揽殿前司公事。而南京留守，臣以为张所、张龙图更为合适。张龙图久经战场，亦曾在河北与宗留守舒畅共事，而此番立下大功的岳飞，也曾被张龙图提拔，任其为南京留守，岂不两全其美？可恨，程俊这小子反应也太快了，是我年纪大了吗？可他也就比我小不了几岁呀。如此甚好，就这么办吧。那么接下来，义岳飞和张荣二将该如何封赏呢？关家的心意真是如海般难测呀，居然要过问如此低阶的武将赏罚，这种事放在朝堂上，简直就是鸡毛蒜皮的小问题。不，等等，据关家去年曾多次询问岳飞之事，难不成这岳飞早就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入了关家的天眼？臣关家，臣以为岳飞敢战有谋，乃此胜关键，实为难得的将才，何妨稍加破格提拔，以观后效。哦，如何提拔？冀州广济郡之地，左牵梁山水泊大泽，右接泰山余脉，实乃北地要冲，何妨加岳飞为此两郡镇抚使？一来可威胁金人退兵，二来为张龙图北上稳定局势。有道理。就依卿所言，林清，你是不是还有话说？关家，臣急报！紧急军报！今日突然撤军，完颜宗弼大军白营北返了。